哟，这是哪家公子成亲啊？好生气派啊！我瞧这揭牌上写了谢字啊，是宁安侯府的谢，还是淮阴侯府的谢呀？那自然是宁安侯府，新郎官还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世子爷呢。什么？竟然是那杀人如麻的谢指挥使？可不是嘛，那谢家上上下下10几口的人呢，哪个又是好相处的呀？哎，听说这新娘子是江南来的，娘家也不显赫，水一样的人受得住几日琢磨呀？可惜了，谢家老夫人古板严厉，最是看不起小门小户。那谢家公子暴力自摧，随手一抬便是一条人命祭天呀。江密幼年失户失势，7岁便一个人在大宅子里讨生活，什么豺狼虎豹没见过。于他而言，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罢了。况且谢家曾与他有恩，那般芝兰玉树的一个人，其家人应该也不会太过蛇蝎心肠吧。红灯笼轻轻晃，对白如东方，喜怕情线，只是鸳鸯不心心。江密看不见，只能任由谢之让拉着自己走。这深宅大院装扮如何不知道，大却是真的大，一路晕晕乎乎的走来走去，让行礼就行礼，让磕头就磕头。等回到卧房时，江密腿都麻了。外人离去，谢之让终于可以好好看看自己这位新娘子。只见美人一身红嫁衣，巴掌大的小脸娇艳欲滴，一双鹿眼圆溜溜水润润，直看得人心里发软。可惜她面前这位怕是这世间最心狠的人了。谢之让觉得她的眼睛漂亮极了，就像祁连山上的小鹿。那是一头刚出生的幼鹿，也是用这般怯生生湿漉漉的眼眸盯着自己，祈求自己能放他一条生路。谢之让闭上眼，松手把箭射了出去。轰的一声，尖锐锋利的箭头射进旁边的树干，大树晃了几下，叶子扑簌簌地落下。幼鹿悠悠叫唤2声，跑了。他心软了1次，可不会心软第2次。我一整日未吃东西了。想吃什么？想吃豆腐羹。说到底，他不是真想在这档口吃豆腐羹，他只是想借此机会试探1、2，看看自己这位夫君究竟是怎样的人。可他话音落下许久，都不见谢之让接话。想来自己这位夫君也是同那些叔伯婶娘一样，嘴上说说显得自己宽厚，若真提了什么要求，不定怎么付费自己没深没浅，不知进退。一碗豆腐羹可能不够吧，多吃些，不然等会儿受不住。什么受不住啊？对待即将到嘴的猎物，他从来不着急。真是美，一曲红楼酒一杯，我念念念，雁过尾，月下还会有人陪。我恋恋风尘的酒，一心还有何求？
未央在你的路口，我在回听。烛火摇曳，芙蓉帐暖。他一想到昨晚谢之让那些不知羞的话，整个人都烧了起来。睡饱了？大清早的闹什么？昨晚乖乖宝贝儿叫得好听，今儿个还没下床呢，就对他摆起了脸色。果真也不是个能托付的。在锦衣卫当差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谢指挥使最是嗜睡，若有人敢吵醒他，少不得要去教场领罚，哪是这轻轻一摸就能过去的事儿。夫君，今日起早要去敬茶。活人哪起得那么早，着急忙慌的。你既然你不睡，咱们就做点别的。本该是怨念一场，不料却越有两相。谁情绪的一眼地老天荒，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越发三丈。宁安侯府最大最尊贵的主子，便是谢之让的祖母谢老夫人。老夫人膝下有3子1女，长子袭爵为宁安侯，次子幼子在朝中各有职位，幼女则是嫁去了陇右，好几年都不曾回来看过了。侯府有45子方可纳妾的规矩，故而这一大家子除了老夫人，只有3位太太。侯夫人育有2子1女，长子过世，留有1双儿女。谢之让为次子，兄长过世后便成为世子。幼女却是早早便夭折了。二房子嗣不封，只有谢之言一个儿子，还身体不好，也因此二夫人时常觉得矮了2位妯娌一头。三房倒是人丁兴旺，3子2女俱未婚嫁，挤挤挨挨一堂，打眼望去竟都是3房的孩子。江蜜紧赶慢赶，终于在40正赶到上房敬茶。他本以为至少还被人说上2句，却不想一众人面色淡淡，见怪不怪的样子。确实，这一家子人都知道谢之让的脾气，不上朝的日子里，谁不让他睡到自己醒，他非把你头顶的瓦给掀了不成。40正还算早了。好孩子，瞧着便是个可心人儿。我呀，在这府上也没个说话的人，你可要时时去我那里坐坐才是。这何福上下？行了，大喜的日子，娘，您这般盼着我，我打心眼里高兴啊。我巴不得去您那儿烦您呢，只盼娘到时候别嫌我吵才是。今日外头风大，您便是再高兴也不能再哭了。等会儿让风吹着了，若是有个眼疼头疼的，那真是儿媳的罪过。您等会儿回去了，叫下人用热水帕子敷敷眼睛，能舒服许多呢。听你的。谢之让颇为惊诧地看了眼江蜜，平日里他最怕见着自己这位娘亲了，3句话说不完便要哭。他杀了人，他要哭；他不娶妻，他要哭；他和宁安侯吵架了，他还哭。便是他这般铁石心肠的人，对上这么个水做的人，那也是能躲就躲的。不想自己新娶的小媳妇儿，3言2语就把人哄好了，当真是稀奇。连老夫人和宁安侯都多看了江蜜一眼。瞧我们这3郎媳妇儿，果真是个妙人儿。我这大嫂啊，最是宽厚，只眼窝子浅，多少年的老毛病了，3郎媳妇儿一来便好了。听闻二哥读书刻苦，这香包配了些提神醒脑的药材，恭祝二哥早日高中，光耀门楣。这小丫头片子竟是个嘴上好听的。昨儿个夜里喊着夫君最好，最疼夫君，转而给所有人都准备了礼物，唯独自己没有。切，油嘴滑舌。哎，你们几个腿断了不成？不过来给嫂嫂见礼，是想让她亲自过去见你们吗？
腿断了？才不是！瞧你这哭的，可叫人心疼。你乖乖喊我2声，我便帮你，绝不让你丢脸。他当真是害怕那些东西叫人发现，若是真让人知道，他是面子里子都丢了个干净，还有什么颜面再在这府里待下去？夫君，你帮帮我吧，妈咪求求你了。哎呀，我之前便说不着急呀，你自己非得急匆匆的跑过来，你说你啊，是不是舍不得？你快些住嘴吧！从小到大就没人敢这么对他，训斥的话刚到嘴边，目光触及小美人泛红的眼尾，到底咽了回去。行，这小家伙无法无天了，看他回去怎么收拾他。我自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走过春风，白衣遮山，是一个浓。笑看他人折柳，又是为谁的相思愁？红尘蹉跎，不如大梦，随我西楼。谢之让做人做事随心所欲，百无禁忌。抱着江蜜回去又是一通胡闹，才眼足的抱着人睡下，简直混账。奈何刚睡下没多久，老夫人身边的大丫鬟双宁便来了，要按着谢之让的性子，那定是一盏茶碗扔出去，将人轰走了事儿。他有胆子有底气和府上任何一个人叫板，但他江蜜不行，就算谢之让再宠他也不行。后宅不是男人说了算的地方，更何况他还不确定谢之让会不会替他撑腰。他再喜欢自己，那也是在床上。这府上随便哪个长辈一顶不孝的帽子压下来，江蜜不死也得脱层皮。夫君，你让我出去嘛，阿蜜知道你最好了。滚！世子夫人安。老夫人说，世子夫人既然过了门，便将这些管家的事儿都交给您。大夫人不管事儿，平日里那对牌钥匙便放在三夫人那处。今日老夫人着奴婢送来的是早几年宫中账册，好叫世子夫人熟悉熟悉。老夫人夸世子夫人伶俐，但这勋爵人家的管家之事到底不同寻常人家，便给您请了秦嬷嬷来教导。老夫人说，您什么时候学成了，便什么时候去三夫人那处取对牌钥匙。老夫人一片苦心，我都记在心里，一定会跟着嬷嬷好好学的。世子夫人，没完了，再找舌头拔了，还不进来？来了。世子今日心情不佳，我便不留双宁姐姐了。今日劳烦您跑一趟。秦嬷嬷，我得去照顾世子，就先让福东带你下去吧。再敢有下次，我不介意做个官夫，知道了吗？知道了。乖乖的，我疼你。我乖，我好乖。魏明，点香。他刚刚是真的很疼吧？长久受病痛折磨的人最是性情不稳，看来这位才是府上最难伺候的人了。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处院落竟这般安静。他知道两人之间情谊浅薄，但到底觉得有2分鱼水情。可刚刚谢之让毫不留情的翻脸，彻底断了他的妄想。江蜜只盼着自己乖乖听话，他能留他一条小命。
谢之让有多嗜睡，江蜜新婚3日终于知道了，一天12个时辰，竟有7、8个时辰全在睡觉。这厮自己睡便罢，非得拖着江蜜和他一起。可怜江蜜躺在床上，头顶的幔帐都要被他钉出2个洞来了。3日过后，谢之让要上朝，江蜜恨不得挂了鞭炮庆祝一番，脸上的笑也真诚不少。哼，你个没良心的小东西，我走了这般开心，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怎么会呢？我是看你穿这个衣服好看。咦，你恶不恶心？这么大个人了，说话还把口水喷我手上。狗男人，昨天是谁把手指头伸进他嘴里让他舔来着？那会子不嫌他咸水脏了？送走谢之让这尊煞神，江蜜总算能松快松快。让你欺负我，让你欺负我，让世子夫人，大夫人遣人找您过去说话。我这多少年没见着你这般可心的人儿了。我记得你是家中独女，以后别唤你元娘可好？元娘，她确实是家中独女，可自爹爹娘亲去世后，便随了叔伯家的尺序行期，有多久没人叫过自己一声元娘了？我今日这么早便着人去寻你，是怕你直接去了老夫人那儿白跑一趟。阿让要上朝，银时正起身是不得已，你可不必每日这么早过来给我请安。小姑娘便该多睡会儿，养养身子的。我就知道娘是最疼我的，这世间可再寻不到第2个像您这般好的婆母了。谢谢娘。阿让那孩子最是个混不吝的，平日里还得你多包容包容他。娘，夫君他对我挺好的。他待你好就好。我如今是只有他一个儿子了，可他平日里也嫌我烦，是从不肯与我多说半句的。我只能盼着他好便罢了。如今他娶了妻，还是你这么个可心人儿，我便放心了，只等着你给他诞下孩儿，届时我便是死，也了无遗憾了。娘这话说的可不对，您怎么只有夫君一人啦？您还有爹爹，还有大哥大嫂的一双儿女，还有我呢。我们可都盼着您长命百岁的。您便是不想他们，也该想想您未投生的孙儿和孙女儿呀。日后我和夫君若有了孩子，他一生下来便少了祖母的疼爱，他得多可怜呀。人家孩子回家了，便有祖母搂着抱着，心肝啊宝贝儿啊的哄着。他一问我的祖母呢，您叫我如何是好？您这般菩萨心肠的人，怎么舍得呢？面前这位小祖宗是这府上第2能哭的人，他和谢之让的小侄女谢婉。昔年先世子阵亡边疆，一代儒将英年早逝。先世子夫人郑氏在家中哭得几近昏厥，却被查出已有1月身孕。但触景生情，她日日郁郁寡欢，为了她身体着想，谢家便将人送回娘家将养。任氏替先世子守孝3年，孝期刚过，便说要和离归家，还以孩子小为理由要带走谢婉。谢婉5岁的时候，任氏改嫁，那家人却不许带谢婉过去。任家也不想养着外嫁姑奶奶前夫的孩子，连人带包裹团吧扔了回来。谢家自然咽不下这口气，正要找任家算账，自家却后宅起火，惹了塌天大祸。谢婉回来的时候已经5岁了，和谁都不亲。那时候一家子人谁顾得上管他，关系自然更加疏远。等到想管时，却是再也管不了了。这不通风，湿气还重，我送你回院子可好？或是去我院子里玩一会儿？
下去吧。小院里春光明媚，堂屋屋门大敞，一娇俏女子坐在桌边，素手执笔，露出一截盈盈皓腕，白皙惹人眼。廊下春凳上坐着一个小丫头，两只脚踢踏着拨弄屋外日光，一派温馨，满是安宁。谢之让嗷一口将整块糕点吞了进去。不准哭，再哭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好了，阿丸，你三叔吓你的，别怕。你吓唬他干什么？谢之让见那张红唇一张一合，就是说不出自己想听的话，耳边还咿咿呜呜，烦死个人。乖乖，轻声些，我可没捂他的耳朵。谢之让倒没想带坏孩子，解了气便放过江蜜。他现在更想睡觉。小丫头片子，回你自己屋去。夫君，你白日睡觉的时候就不要拉上我了呗，你看我这么闹腾，打扰到你就不好了。而且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你能有什么事儿？莫让我管家呢，我得慢慢从三婶那里把钥匙对牌接过来才是。管家的事儿你先别管。你是要做点什么吗？不是我，是东宫两个脑子被门夹了的蠢货。是因为账上平白少了几笔银子吗？这都看出来了。等着看戏便是。来，喝水。谢谢夫君。多喝点儿，补水。补水？他补什么水？我喝完了，用膳。我也多补。他就知道这狗男人没安好心。路过人间一壶酒，走过春风带着伞，是一个浓。笑看他人。爹，您真厉害，钓了12条鱼呢。哪里是我厉害，是这池子里的鱼安逸惯了。婉儿看着这鱼在想什么？婉儿是馋鱼吃了呢。既如此，这桶鱼你们拿走吧，晚上好添个菜。谢谢爹爹。天色不早了，也该回去了。爹，您没事吧？年轻时留下的老毛病了，应当是要下雨了，不碍事儿，就是吓着你们了。我们不要紧，爹您没事就行，我和婉儿送您回去。让下人扶着就行。变天了，快些回去吧，当心淋了雨。今日这雨下的真他娘的晦气。谢之让手下有2位指挥同知，曲怀英便是其中一位。今日谢之让带着曲怀英去捉人，2人兵分2路，以信号弹为行动暗示，要拿人时偏巧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信号弹让雨一浇，哑火了。去找匠人把东西改进一下，然后让人在京城周边的村子里搜，城门那边看紧了，让底下人罩子放亮一些，别混进城了还傻傻的在外边找。是，这刘平没捉住，陛下那边了不起挨顿板子，我落不得好，你也别想跑。行，我陪着你挨打。哎，城西新开了家酒楼，本来想着请你喝酒去，哎，可惜天公不作美啊，没口福喽。喝酒还是拈花？哎，谢三儿，我可是让你坑惨了，做个劳什子破锦衣卫，平日里累成狗也就算了，下雨天还淋得像只落汤鸡，你管我喝酒还是啊？哎，你怎么来了？下雨了呀，若是骑马回去定是要淋湿的，便让人套了马车来接你呀。你身上怎么都湿了呀？家长出门办事儿，淋了点雨。怎么也不换件衣裳呀？快些快些，咱们回家去。哎，谢三儿，你怎么回事啊？你竟然家人有约？好啊你如今厮混都不叫我。哎呦，谢三儿，你干嘛？下雨了，我娘子来接我回家，那酒啊，你自个儿喝去吧。雨天路滑，徐同志路上当心啊。你，谢三儿，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不就是娘子吗？我回头娶她个10个8个的，我让他们排着队轮着班的来接我，10天半个月的，嘿，不重样。这位大人可是要捎你一程。菊儿，你先娶着一个再说吧。回府。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我看他是你同僚嘛，又关系蛮好的样子。不是这个，昨晚上还骂我无耻，早起上朝都不肯搭理我，你能这么好心来接我下职？那一码归一码，夫君您平日里待我千好万好，我也得体贴体贴你才是啊。小骗子，嘴里没一句实话。夫君，我错了，我说。前几日我婶娘写了信来，说叔父在官场上受人打压，想叫夫君你帮帮忙。但我想着官场之事不好给夫君惹麻烦，便一口回绝了。不曾想他们又写信来，说我未亲自归宁回门，他们放心不下，想来京城看看我。但我想他们10有8九是为你来的，他们是长辈，我不好拒绝他们上京来，便想着请夫君帮我演场戏。他们见我在你这儿不受宠，我再对他们哭上一哭，他们也便绝了心思了。这也是为了夫君你以后能少点麻烦，对不对呀？我不许你，什么麻烦也没有。夫君若真要这么想，也没错。那咱们这亲事不是老太爷生前定下的吗？还让陛下赐了婚了呢。我婚前都不曾见过夫君，不曾来过京城的，给你找麻烦的也不是我呀。牙尖嘴利。那夫君你到底帮不帮我嘛？夫君，阿让哥哥，让哥哥，我求求你了，你是世间第一好，帮帮我呗。这么讨厌他们，这事儿我替你解决，可满意了？真的？自然不假，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听闻有爱在人间，命已传到了深山，小狐狸能不能换一个？换一个也行。来寻心动那里面，怎晓得路太坎，人心太善变。爱情你点不好玩。宁安侯送给二人的鱼，在征得谢婉同意后，江蜜一个院子一条分了过去，只说是侯爷亲自钓的鱼，叫他分给大家伙尝尝鲜。而宁安侯那处，江蜜则吩咐厨子做了一道松鼠桂鱼，让下人给端了过去。老夫人收到鱼，沉默许久，什么都没说，只端下去让人收拾了，当晚就出现在饭桌上。侯夫人也沉默，自嘲般笑笑，让人放在池子里养着。二夫人则是笑着称谢，还让人回了礼。三夫人却是笑吟吟收下东西，转头拧着帕子，满脸嫌弃。真是小门小户出身，竟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膈应谁呢？你倒是会做人，哪头都不忘了讨好一二。夫君，今日我瞧公爹腿脚不利索，夫君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把主意打我爹头上去了？夫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是在尽为人儿媳的本分，你告诉我嘛。哎，行了你啊，少来这一套。要不是他吃这一套，他还不稀得和他撒娇呢。老头年轻的时候戍守边疆，腿上让人砍了一刀，便卸甲归京。后来江南水患不止，他奉旨前往赈灾，听说是为了救一个孩子，在水里被石头撞了，腿没事，就是让水泡出了毛病，一到雨天就疼。原来真的是他，那这救急就没法子治吗？大夫长了不老少，没起什么作用便是，他就活该。他是你爹，怎么能那样说他呢？而且他也是为了百姓呢。
潮声遍际，何时又响起长巷过桥底。这一夜，谢之让捉弄得格外狠。往日那个羞人的话也不说了，乖乖宝贝更是不哄了，只埋头沉默办事。最后是江蜜彻底恼了，狠狠一口咬在男人颈侧，才算了事。他不知道男人发的什么疯，早间他起身去上朝，堵着一口气不去搭理他。他把他当什么了？谢之让很不爽，他从小便是家里的异类，一家子上上下下个个光风霁月，谢家宝树，独他一个阴险狡诈，冷心冷情，本也无甚大碍，了不得被人骂一句纨绔。他那个蠢爹蠢出天际了，都有人护着他。从前他家人是，现在江蜜也是。大人，探子来报，说刘平逛暗门子去了。这狗东西胆儿那么大呢，大难逃脱还想着去风流一把。哎，我说，昨日你不是高高兴兴的和你家娘子回家去了，怎的今儿个一大清早脸黑的跟煤炭似的？你让你家娇娇娘子踹下床了？少废话，来人！风雨飘摇，江湖的恩怨难消，桃之夭夭，花前月下人逍遥。元娘，你怎么到这处来了？昨日乔爹腿脚不适，我便寻思着送些药酒来。娘，您这是要出门？15了，我去法清寺陪陪小六。小六？娘，六妹妹许久不见您，定是想您想得紧。您若这般哭着去，可叫六妹妹如何安心？您得高高兴兴的去见她才是呀。你说的是。江蜜只陪嫁了福东一个心腹丫鬟，这个晚夏是原先在谢之让身边伺候的，后来被他指派过来服侍江蜜。府上曾有一位六姑娘，是侯夫人和夫人的妖女，在4个月的时候夭折了。早夭之人是不能进祖坟的，夫人便捐了一大笔香油钱，将六姑娘的牌位供奉在法清寺，每月15便要去寺里吃斋念佛，直到20才归。当年我还小，隐隐约约听说夫人便是因为这件事才同侯爷彻底生分的，只是具体如何便不知晓了。原来是这般。爹，昨日我瞧您腿脚不舒服，便想着带着药酒来给您试试。我娘家祖母也腿脚不好，一到冬日那膝盖就发疼，特意寻的这偏方，搓了能好上许多。若是能有用，爹您也能舒服些。你这是做什么？我今日来是想和您道谢的，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10年前江南水患，您在河边救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便是我。我爹爹娘亲都被水冲走了，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时候掉在水里，我都不想活了，是您跳进河里把我捞上来的，也是您和我说了那番话，才让我接着活下去的。后来我家里人说我爹爹娘亲找到了，叫我回去见他们最后一面。等我办完丧事想找您时，却发现您已经走了。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恩人，也没想到恩人您会成为我公爹。我感激您幼时救我一命。快些起来。他那时候只有7岁，所有人都告诉他爹娘死了，他没爹没娘了。掉进河里时，脏污的河水蛮横地冲进他的鼻子嘴巴，连带着一阵阵猛烈的窒息，胸腔中的气渐渐减少，身体被席卷被裹挟，找不到一点借力，无依无靠，就像他的人生。可是在绝望里，有一双手紧紧抱住了他，一点也没有松开。哪怕他被石头撞，被木桩砸，他依然没有松开，坚定地抱着他游上了岸。如果不是他不会活，更没可能见到爹娘的最后一面。10年呐，已经很久了。都长这般大了。谢之让带人追过去时，那人正和继子颠鸾倒凤，2人亲热得忘乎所以。曲怀英听着那咿咿呀呀的叫声，黑着脸一脚把门给踹了开来。娘的狗东西，老子为了追你一口水都没喝，你倒是在这里享福。给我拿下！呸！别得意，你们锦衣卫说到底就是皇帝手里的狗罢了，和我有什么区别？今天是我，下次就是你们，你们都等着。是，老子等着呢。
三儿，想不到你这战况挺激烈呀！赶紧滚！不了，今儿没空。哎呦，这位公子啊，这么近，这是重要的证据，我亲自拿。府上的江蜜没等来谢之让说的好戏，也没等到他给自己解决娘家人，倒是先等来了府上的姑奶奶和表小姐。这位姑奶奶名唤谢雅君，年轻时绝对是艳冠京城。那时的老宁安侯还未降爵，谢雅君作为镇国公唯一的女儿，那荣宠当真是京城里的独一份，谁也越不过她去。却不想跟陇右一位不知名的将军看对了眼，一哭二闹三上吊，非君不嫁。镇国公疼女儿，到底没辙，松口答应了，还重重提携了女婿一把。娘，您怎的真让哥娶了那乡下丫头？我们让哥可是世子，娶的妻子以后就是宗妇，怎能让那样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占了位子呢？那董远山不是乡下泥腿子出身，当初是谁要死要活的嫁给人家？你好意思说三郎媳妇儿？娘，还娘还在这儿呢，您当他面说什么呢？当他面怎么了？我就是当着董远山的面，我也这么说。娘，咱们起先说好让还娘嫁给让哥的，他比不过那王家姑娘就算了，怎的？三郎媳妇儿，先前我让秦嬷嬷跟着你，现如今招待他们的事儿便交给你了，也叫你练练手。多谢祖母愿意教我，愿意让我放手去做。秦嬷嬷教的细心，只是我是个蠢的，跟着学了点皮毛，便来班门弄斧了。若有什么闹了笑话的地方，还请姑母和表妹包涵我一二。你倒是油嘴滑舌。少夫人，姑奶奶说她不喜欢用白釉彩的茶具，说是白的瞧着晦气，想让您给换成青釉的。她还说她记得未出阁前有一套青釉刻花瓷的茶具，她甚是喜欢，想用那套。她都嫁出去20多年了，20多年前的茶具，她让人一时上哪儿找去？这劳什子姑奶奶就是故意为难他们家少夫人呢。晚下你亲自去一趟雅莲院，把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全部记下来，告诉他们我尽量满足他们，但有些东西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还请他们将就一二。福豆，你去库房那边誊抄一份送去雅莲院的东西名单，什么东西谁送过去的，几时送的，是否被退回去了，你都去抄仔细了，别生阳。哎，奴婢这就去。往日瞧着伺候的人已经够用，可现下看来，若是真的接手管家大权，还是不行。独木难支啊！晚下回来时，不仅带回了一页长长的、密密麻麻写满要求的纸，还带回来一个消息：少夫人，表姑娘去接世子爷下班了。一不下雨，二不打雷的，她怎么比自己还殷勤呢？让哥媳妇儿，这一桌子上可就你辈分最小，怎的好意思只顾自己吃喝呢？也不知这江家是怎么教女儿的。我娘拉不下脸，我却是要替她好好教导教导心腹的。吵什么？阿让哥哥，等会儿用完膳，环儿去你书房将东西拿给你可好？娘子，为夫想吃鱼。他就知道这厮逮着个理由就可劲儿欺负他。江蜜被他搅得生气，咬着牙偷摸摸狠狠踩了他一脚。谢之让也不恼，见这小娇娇露出本来面目，嘴角笑意更甚，终于不再逗弄他。而谢雅君见江蜜被谢之让刁难，乐得合不拢嘴，自然不再去找人麻烦。一场家宴众生相结束时已金乌西沉。他这个爹最是不待见他，平日里迎头碰上都是装看不见的，今儿个竟然专门等他，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成？找我？还娘，我同你三表哥有事儿说，你在此处稍等。说吧，什么稀罕事儿？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呵呵。父亲大人可不是专门来这儿逞威风的吧？
你姑母曾想将环娘许配给你，但被我和你祖母拒了。不论你和环娘是否有情，你要记得元娘才是你的发妻。您这是前车之鉴，给我传授经验来了。总之，你待元娘好些，和环娘避着点。这小娇娇竟会些蛊惑人心的手段，连这老古板都被他收拢了。颠颠等在这路上拦人教训呢。今儿个身上有伤，若是叫这小娇娇看见了，只怕吓着他，那就饶他2日好了。脑中忽然又想到那本妙不可言的书册，可惜了。阿让哥哥，咱们还去书房吗？赶着去投胎，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喊我哥哥的。不过地底下倒是有不少人临了想求条生路，哭着喊着叫哥哥与我攀亲呢。如今的坟头草也有你这般高了。我错了，三表哥。再吵就把你舌头割下来。烦死了，他就该直接回去欺负江蜜，为个劳什子破东西在这儿和一个蠢货浪费时间。他的小娇娇哭起来的时候最好看了。想到江蜜，谢之让的心情平缓2分。我让你拿给我的东西最好完完整整一次性给我，你若想今日给，那便随我去书房；若想明日给，那便回去歇着吧。我忽然想起来，还有点东西忘记带过来了。我先回去收拾收拾，明日一定整整齐齐的给您。他就知道。那我便静候表妹光临。他敢对谢之让耍小性子的底气来源有2：一是谢家45子方可纳妾的家风，2是他对自己在除睡觉之事外的宽纵。但方才他亲眼瞧见谢之让同董玉环靠在一处，那样亲密，那样刺眼。他想，他不是特殊的那个人，他能哄自己，就也能哄别人。倘若他一意孤行，要将董玉环收作妾室，甚至抬为平妻，谁又能将他怎样呢？她不过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通身不过一张赐婚圣旨做保命符。他得罪不起谢之让。二哥，可寻我有事？我想请三弟妹帮我一个忙。三弟少时有阵子住在外头，曾丢了几册旧书。前几日我去书肆淘书，正巧寻到2本，便买了回来。三弟妹，还请你帮我带给他吧。这般久的事情还记在心上，那我便代夫君谢过二哥了。聊什么？笑这么开心？二哥替夫君寻到少时弄丢了的书册，只是二哥不好意思亲自给你，想托我帮忙呢。有些东西丢了便丢了，多少年过去了，偏又当个宝贝似的捡回来。三弟，三弟也是你喊的？是子。夫君，你瞧，天都黑了，你今日当值辛苦了，咱们快些回去吧，好不好？怎么，怕我和你的好二哥打起来？对你二哥就是花前月下，对着我就是赶紧走。这厮讲不讲道理啊？他还没和他算董玉环的账呢，他倒捉奸似的逼问起他来了。别说他和谢之言没什么，就算是有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呗。你好没道理啊，他哪里就是我二哥呀？若不是夫君你，我怎么会叫他二哥呢？我只将他看作夫兄，他也只将我看作弟妹，手里着呢，哪里就是花前月下了？要花前月下，那也得是我和夫君你呀。可是夫君呢？我想带你赶紧回去，是心疼夫君在外辛苦办差事，好替你洗洗脚、按按头，松快松快的呀。夫君可倒好，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通训斥，我心都凉了。哼，我不过说你2句，你倒是10句100句的等着我。那东西也是这么大个人了，做事一点不讲究，下回离他远些，知道没有？知道了，夫君。天干物燥，小心。这是怎么了？我寻到2本三弟遗失的旧书，
想托三弟妹给他，但三弟他不要。你三弟他就那么个性子，你怎么大晚上找你三弟妹去了？我不敢自己给三弟，便去找三弟妹了，没想到让三弟给碰上了。那你也不能自己找他去，若是让人瞧见了，传出闲话怎么办？三郎媳妇儿出身低，日子本也不好过，再加上你三弟那么个性子。是表妹同我说三弟和三弟妹伉俪情深，她说我找三弟妹帮忙，这事儿一定能成的。他竟然敢算计到你头上，不知道这家兴了什么事吧？那么能撺掇，我非得撕烂他的嘴。谢之言不蠢，让亲娘一说就反应过来了，顿时有些懊恼，心中暗想该去和三弟解释一番，可又想这种事儿只会越描越黑，不由更加烦躁。这心腹也太不懂得规矩，用膳不给长辈布菜便罢了，难道连成婚定省都晓不得了吗？还不快去把世子夫人从床上叫起来！好了，是我嫌他们吵闹，叫他们每逢初一15过来问安便。娘，你也太好说话了些，那些个小门小户出身，又不是公主郡主，用得着你给这么大的脸面？我是谢家嫁出去的闺女，那董家老太太还不是要我成婚定省伺候着？让哥媳妇儿今儿一早请安来了，我叫她在里头抄佛经呢，且有大半个时辰了。哎，她也就是装2天面子功夫。他昨日就猜到这位姑奶奶会来挑事儿。地藏经多是用于消除业障、超度亡灵，老夫人抄写这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呢？董玉环在谢之让那处没得好，愈发对江蜜看不上眼。你们这些没眼色的东西，拿着2个歪瓜裂枣的应付我们家姑奶奶，一碟子又小又蔫的葡萄就给我们打发了，真当我们是来要饭的不成？秀娘送来的布料花样子都是些什么跳剩下的破烂玩意儿，也忒丑了。昨日陛下赏赐下来的蜀锦呢，那才是配得上我们姑娘的东西。这蜀锦可是我们世子爷得来的赏赐，是给我们世子夫人的。你既说你家主子见惯了好东西，犯得着惦记我家世子夫人这点子东西吗？我们姑奶奶那可是老太爷和老夫人的掌上明珠，家里的东西都是我们姑奶奶挑剩下来才分到各处院里的，轮得上你们这么作践？更何况我们姑娘是世子爷心尖尖上的人，你们开罪得起吗？素梅姐姐，我知道姑母和表妹都是顶尊贵的人，公主府设宴，祖母命三婶给家中女眷新做2身衣裳，那些布料花样子是三婶差人送过来的，我不过是帮忙跑个腿儿的。表妹若是想要新的料子，只怕素梅姐姐是要去三婶那走一趟啦。至于那蜀锦，我家爷一赏下来，我便高兴坏了，立时便让人拿下去剪了做衣裳，只怕腾挪不出给表妹了。你信不信我家姑奶奶去老夫人面前告你一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听祖母吩咐帮忙安顿姑母和表妹，能为她老人家分忧，我心里是万分乐意的。只是我是个笨脑子，姑母性子又急，这事儿常常是3、5件一起来，我怕自己忘事儿，雅莲院的吩咐更让人一一记着呢。若是祖母问起来，我也好有交代。只可惜我太笨了，都办不好姑母交给我的事儿呢。还请素梅姐姐帮我说几句好话，劝劝姑母吧。你姑奶奶折腾人，谁都知道，可没谁像江蜜一样一桩桩一件件全给你写下来的。那厚厚一叠小册子，密密麻麻，有名有目，有理有据。真要闹起来，可不是谢雅君一句长辈就能含糊过去的了。到时候没脸的是他们。素梅气得面色扭曲，沉默半晌，气哼哼走了。一天天的净给少夫人您找事儿，瞧瞧这册子都快写满了。你瞧，6月16，表姑娘夜晚睡得不安生，幔帐颜色不吉，熏香劣质，床木太差，黄花梨的床，玉华楼的香，这都瞧不上。她想上天用玉皇大帝的东西不成，见天跑到少夫人您面前来耀武扬威，说世子待她如何如何，清清白白好人家的姑娘，谁跑到当家主母面前说人家爷们的事儿啊？她还要不要点脸呢？你这丫头倒和你一般牙尖嘴利，说话厉害得很。世子爷，您回来了。
他下次再也不乱说话了。天知道世子爷今日怎么那么早下旨啊？他不会给少夫人添麻烦了吧？这厮不会因为他的亲亲表妹就和自己翻脸吧？他都没支持小娇娇干这么多事儿，那对母女活腻歪了，见天过来给他找事儿做。为什么不和我说？他们是你姑母和表妹嘛，我帮忙做事儿都是应该的。我好吃好喝养着你，不是让你去伺候人的。你给我说实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们欺负你？还是说你也要讨他们俩欢心？他不是你心上人吗？我除了让着他，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我心上有人？那是你表妹说的，又不是我说的。我说你是不是蠢？是不是缺心眼儿？你什么时候见我跟他亲密过？别人说什么你都信？你脑子里都是浆糊吗？那他刚来那日还去接你下职，你还在小亭亲他，我都瞧见了。你打我！我那是亲他吗？他拿着谢家的东西和我装腔拿调，要不是顾着他的身份，我恨不得掐死了事儿。谢家男子45子方可纳妾，违者杖100，你不帮我维护声誉也就算了，还自己在心里瞎琢磨，你是不是就想让我挨打？你总维护那老古板，是不是就故意找事儿，让老头能有个由头打我呢？不是，难道他们不是在讨论他偷人吗？怎么就变成他故意想让丈夫挨打了？唉，有道是最毒妇人心，我今儿个算是见着了。乖乖，你可得补偿我。什么？那表姑娘拿了什么东西让你那么生气？倒不是她拿的，当年姑母陪嫁出去的一些老人手上有我想要的消息，我便写信让他们送来，那母女俩想拿着这点东西拿捏我罢了。都是谢家人同气连枝的，他们不该这般做的。你看我干嘛？没什么，乖乖，让我瞧瞧刚才打疼没有？哎呀，不疼不疼呀，你别捏呀！别躲，裤子脱了让我瞧瞧。你羞不羞？不准说了。月光不解风情，心愿不做冷静，夜色变得分明，一丝一口朦胧了倒影，你背影而出寻，愁眉低妆难平。刘平自那日被缉拿回来，无论慎刑司如何用刑，他俱是一句话都不说。我夫人是江南人，她曾和我说江南水美。你说住在江南水边是种什么享受呢？谢之让你无耻！把账册交出来，我让你死前见他一面。你若不配合，有什么在等着他，我就不确定了。你是怎么知道刘平还有个心上人躲到江南去了？其实最开始谢之让想的和他们一样，也觉得刘平这人精虫上脑，和那继子情深意重，昏了头。进诏狱之后，二人谁也不招，只让人觉得这对苦命鸳鸯抱了必死之心。但谢之让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先是那日捉拿刘平时，屋子里乱扔的衣裳不对，他是给江蜜脱过衣裳也穿过的，扔在屋子里的那几件倒像是两个人的衣裳混在一起，而后少了几件的样子。之后进了诏狱，刘平和那继子说是鸳鸯情深不舍分离，但在意到能生死与共的地步，刘平会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还去和他寻欢作乐吗？谢之让想，他对着江蜜尚有几分心疼，连旁人给他甩脸子找茬，他都会心生不愉，刘平呢？于是谢之让人去打听，顺着蛛丝马迹去查，果然在江南抓到了刘平真正的心上人。那个女人见过刘平之后处理了。是。这几日得了谢之让的准话，加之侯夫人从法清寺回来，江蜜的日子好过了不少。侯夫人出身北平王府，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侯夫人当年膝下无子，谢雅君尚且斗不过她，如今自己儿子是当家掌门人，谢雅君就更没有胜算了。
你怎么那么没用，连个男人也够不到手？娘，表哥太凶了，我不敢。你有什么不敢的你？男人女人不就那么点事儿，脱了衣裳往他跟前一杵，他个大男人还真能把你推开不成？哎呦，夫人，怎么能去做这么上不得台面的事儿呢？上不得台面，男人不就吃着上不得台面的一套？当年那个狐狸精不就是靠这一招进了我董家的门？他使的，我使不得。夫人，您是什么身份？那贱蹄子又是什么身份呢？谢雅君口中的狐狸精和嬷嬷口中的贱梯子，正是董远山放在心尖尖上的小妾。还娘，谢家有家规，45子方可纳妾。你若是进了谢家门，日后再不用过我那样的苦日子。江蜜小门小户出身，凭什么来我谢家享这福气？你乖乖等着，娘一定让你做了世子夫人。夫人，咱们哥儿姐儿日后还要仰仗谢家，万万不能去做那下作事儿，消磨两家情分呢。嬷嬷，你若还将我当成主子，便住嘴吧。姑娘，您是我奶大的孩子啊，您……我头疼想休息了，你退下吧。素梅，你去。夫人放心，奴婢一准办妥这事儿。那日谢之让三言两语将他哄骗了去，提的补偿就是让他裙下只穿着穷裤去书房找他。他简直混账！那般轻薄的裙纱下只穿一条那样的裤子，若是风稍大些将裙门吹开，他还怎么见人啊？为了这事儿，他拖了好几日了。可谢之让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他要再不去，他就亲自过来给他换上。谢之让，你太过分了！要是被人看见了怎么办呢？你就知道气。父子俩脸色都不是很好，显然是刚吵完架。爹，自己这娇娇软软的儿媳妇儿这般英勇，竟敢逮着他魂不吝的儿子骂，而他这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肯低头的小儿子，竟也不见半分恼怒之色，还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夫君若是和爹爹有事要谈，那我便先回去了。父亲大人难道还要在这里碍事吗？子夜，莫要欺负元娘。乖宝，路上可遇到人了？没有。今日似乎有风呢，裙门可被吹开了，可让人瞧了去。都没有。他就想让这小娇娇长长的睫毛上沾满泪珠，又羞又气，又得了乐趣。哼，没有啊，那让我瞧瞧。不许你亲我！江蜜祭死节的时候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后悔。他还是小瞧这男人了，他整一个天下最不要脸乌龟王八蛋。爱的巧的叫我怎么写？你说你穿着穷裤便跑来了，是专程送上门？他养在深闺，再是如何不受宠，也未曾听过这般放肆轻佻的话。今日他肯答应谢之让陪他青天白日就在书房胡闹，已是做了多日思想准备。他这冷不丁的一句话，瞬间让江蜜脑中紧绷的弦断了。他本就是跟那画册上的人学个好玩，哪成想真把人弄哭了。好了，乖乖，我错了，我下次都不说了，好不好？我只是见画册上的人这么说，才随口跟着说的，没有羞辱你的意思。不哭了，爸，乖宝，以后都不说了。你以后都不许那样说我，明明是你捉弄我，还往我头上倒打一耙。好，是我荒淫无度，是我色迷心窍，不关乖乖的事。你可真娇气。只是可惜了，他原还想和江蜜玩几出屠夫与美人、山匪与寡妇的戏码呢。江蜜自然不知道他这些花花肠子，斜他一眼，轻哼一声表示不满。来，过来亲我一口。梨花飘落在你窗前，画中一人在两人和好如初。
那个俊美无愁的男人脸上褪去了往日的狠戾与不可一世，眉梢眼角沾染笑意，眼底更是化不开的柔情蜜意。他俯首与他说话的样子，那般温柔，那般令人心动。那样凶神恶煞的一个人，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如果他是他的妻子，那他的温柔就都是属于他的。他会抱着自己，哄着自己，他会将他宠成这世间最幸福的人。可是江蜜把这一切都抢走了，谢之让是他的，他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董玉环嫉妒得快疯了。江蜜可不敢有董玉环那么天真的想法。谢之让待她是好，但更多都是在床上，在床下他不刁难自己便是好的了，可不敢奢望他把自己宠成这世间最幸福的女人。他和谢之让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明明做过最亲密的事，可总觉得心不是一起的。他说甜言蜜语时是真能将人哄到天上去，但江蜜知道那是哄人的。他想，他俩应当是爱欲分离的，情爱不多，欲望却浓，也好的，总好过连欲望也没有。等到他成功诞下子嗣，便再也不用指望他了。他现下能赶紧把他姑母和表妹解决好，他便谢谢他了。江蜜这些日子有谢之让撑腰，把雅莲院能推的全都推到三房那边，弄得董玉环和谢雅君连他面都见不太到。不过托他俩的福，江蜜倒是搭上了老夫人。祖母，我瞧着天热了，屋内再点沉香便有些发闷，我寻了些芽柏过来，清清凉凉，最是适合夏日用，您瞧可好？你这芽柏香倒和我之前闻到过的不太一样。祖母，您可真厉害，一下子就闻出来了。这是我自己制的香，芽柏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长出来的料子香气有很大不同。夏日炎热，我便挑选枝干处的料子，又加了少许根部的老料，既清凉又不会过分冷冽。您觉得我这样搭配可好啊？尚可吧。祖母，您可是见过许多好东西的人，您说尚可，那便是顶好了，我可知足呢。你呀，少往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我自己贴金呢，这可是您替我贴上的。去，像个什么样子？少夫人，您别瞧老夫人嘴上嫌弃，实则日日盼着您来呢。你个老货，编排起我来了。哎呦呦，咱们老夫人恼了。过2日长公主府设宴，这副头面你收下。祖母，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是你嫁进来第一次去参加大宴，陛下当初为你和让哥赐婚，京中多少人说闲话，你就该打扮得风风光光的去，狠狠打那群人的脸，才不堕了我谢家的颜面。多谢祖母替我和夫君着想。姑娘，您说少夫人能扛起那些事儿吗？她扛不起也得扛。老大家的出身北平王府，老二老三家的也均是勋爵人家出来的姑娘。咱们这一府背后的关系啊，那么错综复杂。陛下当初给让哥赐婚，就是不想让他有个门庭显赫的岳家，不想让他再有旁的助力，否则这宗父重担何至于托付给他一个小家之女？少夫人远在江南，便是连侯爷都不记得这桩陈年婚事，您说陛下又是如何得知的？你倒如何？那位做了太子妃，自然是想让自家父兄升上去。他那般恨我们谢家，恨不能将我们踩进泥里。他们把着这一大家子的秘密，如何能不知道让哥的这桩婚事？你说那老头子究竟怎么想的？江家与他有恩，他有恩报恩便是，做什么非要搭上家中孙儿的婚事？当初李哥还在，宗室的重任落不到让哥的头上，老太爷这般决定倒也合理。而且少夫人是个体贴人儿，不管是大夫人还是侯爷，亦或是李哥留下的孩子，她都能处好关系，是个顶好的姑娘了。要怪啊，
只能怪那群吃里扒外的东西，一笔写不出2个谢字，他们会遭祖宗报应的。今日长公主府设清凉宴，夫君快些起身梳洗吧，若是去迟了可就不好了。那便不去了。咱们一早就说好了的呀。夫君，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才不会食言而肥的，对不对？哼，一大清早小嘴就甜津津的，想腻死谁啊？谢子夜，你讨厌死了！自从这小娇娇从糟老头那里得知了自己的字，3天2头便要谢子夜谢子夜的喊他。以前不知道他的字，他只有气急了才敢壮着胆子连名带姓叫他一声以表不满。如今倒好，胆儿真是叫他给养肥了。过来亲我一口，再叫声好听的，我就考虑起来。你不要脸！过来。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草色清遮不住那白容影踪。今日乖乖的口汁是桃花味的。他就是个妖精。乖乖，叫声好听的来。让让哥哥，你快起来吧，让让哥哥。真乖。哎呀，夫君，咱们快走吧，娘和婶娘他们都该等急了。温柔点亮我过往静默的星空，冰雪都在此刻消融。哎，你们听说了吗？太子妃今日也会来参加宴会呢。还是得长公主有面子，连太子妃都请得动。我估摸着她是为了谢家来的。谢家？你父亲刚调回来，你不知道？这太子妃呀，和那谢指挥使原是一家人。宁安谢和淮阴谢2家乃是族亲，但宁安谢仗势欺人，一直欺压淮阴谢。太子妃入主东宫后，淮阴谢便从宁安谢家脱离出来，另立门户，还寻陛下为自家讨公道呢。那宁安谢当真仗势欺人？这谁知道呢？外间都是那般传便是了。前几个月，陛下给谢指挥使赐婚了，赐婚的还是江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之女。听说爹娘都死了，是个孤女呢。陛下原还心疼指挥使大人，说那么个女人配不上他，可东宫抓着这门亲事不放，说这是老国公的意思。总之后来陛下还是赐婚了。就谢家那一大家子不好伺候的主，那江南来的姑娘嫁过去，不得被搓磨死啊！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太子妃想必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宁安谢和淮阴谢，我记得2家都是侯爵啊。那这老国公又是谁呢？宁安侯府便是原先的镇国公府，2年前惹了事儿，被陛下削爵了。只是陛下没有褫夺老国公的封号。哦，原来是这般。外人面前，谢之让并不过分亲昵，却也给他嫡妻的脸面。众人见夫妻俩相敬如宾的模样，瞧着便知夫妻和睦，日子顺遂，没什么笑话可供他们瞧的。说脑子被门夹过的那个来找你麻烦，你也别怕，他不敢把你怎么样。他说的应当是东宫太子妃，这话还真不是谢之让骂他，他好像真的脑子被门夹过。你也脑子让门夹了，听见没有？知道啦，方才出神是因为夫君这般挂念我，让我心里感动呢。夫君你真好，有你撑腰，我才不怕他。哼，油嘴滑舌，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那些个勾栏瓦舍媚人下作的手段，倒是学了个10成10，见天的勾着自家爷们儿放纵呢。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你和我耍什么威？小姑可不敢叫外人看了咱家的笑话。母亲最是看重谢家颜面，若是叫他老人家知道你在外面和自家人闹，那可少不了一顿训斥的。什么东西？真当自己还是谢家的掌上明珠呢？你女儿敢算计到我儿子头上，我叫你也没有好日子过。哼，二弟妹，方才若不是你出言相助，我定是又被那凶妇狠狠制住了。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大嫂言重了。严哥也到了该娶亲的年纪了，我正想着今日替他相看相看，我便先走了啊。娘，我听说那莲池风景极美，您陪我去瞧瞧可好？
哎，去瞧瞧。元娘，你来，我带你去见2位长辈。这2位，一位身份高些，是雍亲王府的清溪郡主，嫁与礼部侍郎曾方海做正妻。这曾方海乃中极殿大学士曾德清之子，据说明年也有望入内阁。若真是如此，那曾家1门2阁臣可真是门庭轩赫，如日中天。另一位身份则低些，名唤杜子英，其父乃四川布政使，嫁与光禄四卿孙冕为妻。清溪、子英，这是我家心腹元娘，今日带来与你们认认脸。元娘，这2位都是我出阁前的手帕交，这位是清溪郡主，这位是光禄四卿夫人。元娘见过清溪郡主，见过孙夫人。好你个没良心的，合着我在你这儿只是个光禄四卿夫人不成？好孩子，换我孙夫人可真是生分了，叫我一声姨母可好？您不嫌弃，我自然是万分愿意的。元娘给姨母请安。哎呦哎呦，果然还是香香软软的小闺女最讨人喜欢了。我家那几个不成器的，都是来气我的。以前也没见你对我家那几个姑娘这么稀罕。那能一样吗？我那不是想着年轻，总会生个女儿出来的吗？那小六呢？提小六做什么？程玉，我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我想一个人静静。哼，他自己不争气，害得女儿枉死，我不过是无心之言，他甩点子给谁看呀？谢少夫人，我家娘娘请您去水阁一叙。谢太子妃和宁安侯府同出一族，却水火不容。她和谢之让的御赐婚事，据说是东宫一手促成的。那他今日来找他，又是想做什么呢？算起来，本宫与你夫君还是堂兄妹，你这堂嫂过门都不曾来与本宫见礼，这宁安侯府当真是少教。好好的一个心腹，竟这般被教坏了。娘娘身份尊贵，臣妇小门小户出身，岂敢与您攀亲？你倒是有自知之明，谢之让那人惯来眼高于顶，毫无禁忌，倒是不知对自己的妻子又如何呢？夫君他什么都没说，自个儿猜去吧。你这婚事到底是本宫和太子替你们求来的，那府上的老太君和各位夫人哪个都不好相与，若你受尽搓磨，本宫心里也不好受。若宁安侯府有人待你不好，你便报上本宫的名号吧。本宫这东宫太子妃的身份，多少也能与你一些庇护。那臣妇便多谢太子妃娘娘了。娘娘人美心善，真是天仙一般的人物，可叫我敬仰呢。世间之物千穿万穿，唯独马屁不穿。那混账东西心眼多的和筛子似的，竟配了个这般蠢货，妙极妙极。江蜜估摸着太子妃是想让他做点什么，今日不过是来打头阵。若换个人，真不得府上人待见，还受尽谢之让搓磨，情急之下还真有可能病急乱投医，投到太子妃门下。但江蜜惯来想得通透，即便他真处不好府上的关系，也不可能寻求太子妃的帮助。毕竟家里只是内部矛盾，东宫可就是外敌了。两家势同水火，扯着东宫大旗抵抗谢家，短时间可能有效，长时必定自取灭亡。少夫人，奴婢是二夫人身边伺候的，寻到大夫人了，说大夫人一时想不开，哭得头晕，叫奴婢过来寻您过去瞧瞧。母亲情况如何？可寻大夫过去瞧了？大夫人身边的银珠姐姐去寻太医了，可瞧大夫人的面色似乎是不太好。娘，您醒醒，您还好吗？娘，小的可是在这等候多时了，
快脱了衣裳，让小人伺候你们可好？婆媳二人被同一男子奸污，传出去便是谢家天大的笑话。他敢肯定，再过一会儿便会有乌泱泱一群人来到这里捉奸。我们婆媳出身名门，各家为了利益也能让我们苟活，可你身份低微，为防此事泄露，一定落得个乱棍打死的下场。纵使那人与你千好万好，你也得有命花销才是。我夫君乃锦衣卫指挥使，那位夫人可是他生身母亲。我不知道那幕后之人是如何与你说的，可你觉得侮辱锦衣卫指挥使的妻母，岂能有好下场？听闻赵玉有9981道酷刑，你觉得你又能坚持几道呢？怕是死了也要被他挫骨扬灰的。你我无仇无怨，何苦为了这点享乐搭上你自己的性命？月娘，你从窗户那处翻出去，别叫人看见了。我已经这般年纪了，让哥儿也长大娶媳妇儿了，我没遗憾了。早想下去见你六妹妹了，如今倒是正好。你去找让哥儿来，别叫他知道你在这儿出现过，你俩好好的。母亲您别怕，过去他为了拉近二人关系，天天喊他娘以示亲近。今日这声母亲，他发自肺腑。你的小命到底还要不要？可考虑清楚了。翻窗也没用啊，整个院子都叫人锁了。这院子的溪水当是从莲池引进来的，你从假山那处翻出去，潜水游到莲池，寻个无人的地方上岸出府，然后把今日之事烂在肚子里。3日后你在城西破庙等我，我与你文书白银，送你出京。男人离开不到半炷香功夫，便听见一群妇人吵嚷着往这边来。最先进来的是扶阳长公主。这是怎么了？婆母在池边被风吹着了，便来此处休息1、2，也不知怎的，头晕竟愈来愈严重，几乎要昏过去。臣妇心中害怕，便命丫鬟去寻公主，却久久未归。万幸万幸，可算是见着您了。臣妇与婆母当真是害怕极了。哎呦，竟这般严重？不可能。姑母是在寻什么？没什么。那个没用的东西，连2个女人都搞不定，简直是废物。谢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夜间躺在床上，江密回想今日发生的一切。他和侯夫人明显是遭了谢雅君的算计，可谢之让回来之后平静得很，并无发作任何人。那他应当是不知道在长公主府发生的事儿。他虽是谢之让8抬大轿娶进门的原配嫡妻，可若叫他知道他今日和一陌生男子共处一室，那男子还对他心怀不轨，他会如何想呢？瓜田李下，他这般喜怒无常之人，当真会毫无芥蒂吗？他不敢赌。今日可发生什么了？娘身体如何了？是不是有人在他面前提六妹妹了？她哭得太狠，晕过去了。是清溪郡主提了句六妹妹，娘便自己走了，都怪我当时没跟着她。此事不能怪你。
太医今日寻夫君出去，可是有什么不好？母亲身体倒是无甚大事，只当年六妹妹夭折一事另有隐情，那太医正好知晓一二，事关谢家脸面，不好在外人面前提起，他便寻我出去说了。睡吧。今日太医同他说侯夫人被人下了药，他便察觉不对，立刻吩咐魏明去查，果然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从莲池出逃之人。那人甚至不用谢之让出马，一进赵狱便哆哆嗦嗦全交代了，包括幕后之人是谢雅君一事。他将此事隐而不发，便是在等江蜜主动与他提起。可他等了一下午也没等到江蜜找他告状，于是睡前他亲口问了，可他仍然一句话都没说。等江蜜睡了，他便命魏明趁着夜色将牵扯进来的丫鬟全部秘密羁押起来，而后亲自去往赵狱审问。那个传话的丫鬟是一早在二夫人身边伺候的，可却听从谢雅君的吩咐办事。当年谢雅君的陪嫁便有家中一部分暗哨，这本是老太爷心疼幼女为他准备的防身东西，却不想他将这些手段全使到自家人头上了，他必须得把这些钉子全拔了。至于那个男人，他本想一刀杀了了事，那男人哭着喊着求他饶命，他都不为所动，直到他喊出一句：大人，夫人说3日后让我在城西破庙等她，她说她会带着银子和文书让我走的。若让夫人知晓今日之事，下次没的可不只是一只手。多谢大人，小的一定守口如瓶。别过来，不要！夫君，夫君，怎么了？来人，叫大夫，快去叫大夫！他竟然在害怕。江蜜，江蜜。谢之让不自觉叫着他的名字，强自镇定地替他检查身体，终于发现这些血液全部来自江蜜的臀部，顿时松了半口气。世子啊，您可要好好爱护世子夫人的身体才是。世子夫人幼年时身体遭了亏空，很是体弱，您身强体壮，精力旺盛，于房事上不知节制，少夫人却是受不住啊。而且少夫人的脉象细沉，当是受到惊吓之故。老夫开2具汤药，一服为调理，一服为安神，另还需少夫人注意保暖，切莫着凉。癸水之后，我再来换个方子接着调养。而且少夫人过于纤瘦，平日里该多进补一些。至于世子，癸水之后便禁欲1月吧。他耽于享乐，竟然还将他身子给折腾坏了，这可比被娘子踹下床还要丢人呢。但谢之让面上不显，只沉声道自己知道了。谢之让换好衣裳，便觉眼前发黑，正要开口让魏明点香，视线触及江蜜睡得香甜的面庞时，还是将话咽了回去。他翻身上床，不再像往日一样把人抱进怀里，而是侧过身子环住他，将温热的掌心贴在江蜜小腹。他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才慢慢闭上眼睛睡过去。江蜜醒时简直不知今夕何夕。
大户人家都忌讳女子癸水，认为这是污浊之物，会给家中男人带来晦气。尤其谢之让，他是刀尖舔血之人，应该更为忌讳才是。连他娘家那等人家，家中叔伯谁不忌讳这个？前几月的小日子，他都是主动搬到阮榻那边睡的。谢之让只看他几眼，什么也没说。怎么现在？他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呢？为什么连吵到他睡觉都不曾与他发怒呢？自爹娘去世以后，再没有人这般体贴呵护他。他从来不惧面对旁人恶意，一张小嘴舌灿莲花，却对真心待他之人束手无策。昨日对侯夫人是如此，今日对谢之让亦然。这点温柔令他贪恋。再醒来时已是傍晚，二人起身用膳。江南好细腰，时人以瘦为美。江蜜先前并不知晓会嫁来京城，未能寻一门好亲事，遂节食保持纤细身材。后来嫁给谢之让，男人床地间对纤腰爱不释手。江蜜想他应当是喜欢这样的，便也依然保持节食的习惯。谢之让见他猫吃食般，眉梢轻轻拧了一下。养不起你了，吃这么点。就吃一餐，应该不会变胖吧？吃不下了，夫君，吃不下了。真吃不下了？那让我摸摸。看来确实是吃饱了。你可得多吃些。乖乖身子嫩，我亲。不可以啊。乖乖，纵然是你想，我也不好答应的。我吃不消啊。气性都这般大。他小日子时格外容易生气，这狗男人还偏要来招惹他。对我都敢这般放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知道为何你今日这般疼吗？吃太少了，体虚。下回记得多吃些。堂堂锦衣卫指挥使养出来的娘子体弱多病，传出去想笑死谁啊？从小到大，从未有人对他说过要对自己好一点这类的话。江南那一家子豺狼虎豹，联合官府将他父亲的产业据为己有，便是他母亲的嫁妆，他据理力争，以死相逼，才得以保全。江蜜虽然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但他7岁便待在那个家里，又哪能半点不受影响？他那能言善辩、伶牙俐齿的功夫，尽数是和那些披着人皮面具吸血之人学的。他哪会想到有一天，竟会有人和他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呢？我瞧着你是喜欢细腰的，若我吃胖了，你嫌弃了怎么办？身体是你的，管我嫌不嫌弃做这。不过我倒是希望你能再丰腴一些，乖乖多吃点，我欢喜呢。讨厌死了你放我下来呀！乖乖，我这样子可没法见人，替我遮掩一二。扬起翅飞忧愁，我幸福人多难留。给谁做的？给爹做的。夏日炎热，屋内要摆冰盆，但爹的腿不能受寒，我便做副薄护膝送过去，这样身子凉快了，膝盖也暖和。你瞧，这文竹花样可好？这女人怎么回事？3天2头便去讨好他那蠢爹，一会儿是护膝，一会儿是药酒的，还陪他去钓鱼。他怎么不用心讨好自己呢？愁死了。哪里愁了？我看你这针线篓子就没空过，一会儿给这个做，一会儿给那个做。你给我这个丈夫做过什么东西没有？哼，在这府上当家做主的是我，你讨好他们有什么用？还不如把我哄高兴了呢。夫君这话可冤枉我，
你婚后穿的亵衣亵裤哪件不是我亲手缝的？为了让你穿着舒服，我还特意用手细细揉搓针线缝过的地方，就是怕夫君你觉得硌。我可是将手都搓红了，夫君却半点看不见我的心意。还有夫君的官服也是我熨的，夫君的鞋子也是我做的。我为夫君做这般多，夫君却一样也记不得。我真是太伤心了。他平日忙得很，老夫人、侯夫人那边得去请安，秦嬷嬷那边得去学规矩、学礼仪、学管家，还有谢婉、宁安侯日常也要来往，加上一个性情不稳的谢之让要应付，他可忙了。另外，最近还来一对母女给他找茬添堵。三夫人那边有时还借着指导他管家的名头给他没事找事儿。他想起一些往日早已成为习惯却被他忽略了的事情。以前新常换旧衣时，他偶尔会觉得某个地方有些膈应，但过几日便好，便也没多说什么。但似乎他把江蜜娶进门后，好像再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他从前从未想过江蜜在家要做什么，会做什么。现下仔细想想，他似乎一天也很忙。他要替他孝顺长辈，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管理整个军景轩，将来还要接手整个侯府的中馈。是我错怪你了。江蜜同那个贼眉鼠眼之人的3日之约很快便到了，因为谢之让背后让人给他行了方便，江蜜托人去官府办文书时十分轻松。大人，少夫人往城西去了。叫人保护好他，别让他知道。是。您总算是来了，夫人。你这手怎么回事？我在外头这几日，身上一点钱都没有，饿得头昏眼花，还在桥那边把我的手给摔断了。这是100两银子和身份文书，只要你不赌，足够你过完下半辈子。那天的事，你最好烂在肚子里，提都别提。只要外面有半点风声，我第一个找你。我一定守口如瓶，绝不让外人知道一星半点。快些出城吧。多谢夫人。他安排了人在城外假装山匪，把他打了。是，还把他银子给抢了。他以为这小娇娇只是个嘴甜会哄人的，想不到也不是个能任人欺负的主。只可惜还是心太软。如果是他，必然让人一刀砍了了事。罢了，他没想杀他，那便留他一条小命好了。那家伙倒是能说会演，等他到了那边，便去暗哨做事吧，让人把他给看住了。是，大人。外头的解决了，接下来就该是你了。谢之让隐而不发，江蜜按兵不动，这让他以为谁也没查到他头上来。我原想着让那婆媳2个身败名裂，那姓江的不死也该被让哥休了才是。这时候你再去让哥那边替他排忧解烦，3年风声一过，你便能入府。谁知道那东西这般没用。娘，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就想嫁给三表哥。那谢三就是个没心没肺的，现如今只好生米煮成熟饭了。我害怕。你怕什么？只要你和谢三有了夫妻之实，我定叫他休妻另娶。谢家不许纳妾，你出身比那贱蹄子好，难道他们会要他不要你不成？谢雅君见女儿定了心思，便松出一口气。等他女儿成了宁安侯府的世子夫人，他宝贝儿子的前途还用愁吗？届时他想做什么官，只管叫谢三推举便是。董玉环说干便干，隔天便袅袅婷婷往谢之让的书房去。表哥在吗？阿环有事想同三表哥说，可能进去？进。表哥，阿环倾慕你许久，却不得侍奉表哥左右，不知表哥是否记得？
那年我随母亲来谢家省亲，阿让表哥便带着我遍玩京城。从那时起，我便心系于你。后来母亲说要将我许配于表哥，阿环心中十分高兴。直到多年夙愿终于成真，喜极而泣，却不想表哥另娶他人。我本来不该打扰，可见不到表哥，我一颗心都要死了，实在顾不得世俗眼光。只要能与表哥相守片刻，阿环便是死也不怕了。表哥，你怎么在这儿？你可终于来了，我都等你许久了。魏明，把人押过去，开祠堂。表哥，不能被外人看见，我错了，表哥。我是不是给过你一次机会？既然自己不要脸，那便让人好好瞧瞧府上金尊玉贵的表小姐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滚！吓到了？夫君，你真厉害，美色当前竟然不为所动。你这般一心一意待我，我可真是太感动了。夫君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好夫君。油嘴滑舌。谁干的？还不快给表姑娘解开！真是笑话，世子爷身边的魏明亲自把人绑来的，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和世子爷作对。世子呢？环娘是他妹妹，他岂可做出如此混账之事？我可没听说过哪家妹妹会脱了衣裳跑到哥哥书房里去的，我该乱棍打死才是。您说呢？外祖母，我是万万做不出那般上不得台面之事的，都是表嫂故意陷害我的呀。她故意诓骗我去表哥书房，而后让下人强行脱了我的外衫，故意让表哥以为我是那等不知羞耻之人，好将我赶出府去。老夫人虽不敢置信乖巧可人的外孙女会做出这等丢脸之事，却也不信江蜜会故意陷害董玉环。那你表嫂为何要这么做？外祖母，您让表嫂负责雅莲院的一应事宜，我和母亲不过是有些不习惯，略略提了几点要求，表嫂却不耐烦我们，她便想出这般下作法子来陷害我，好叫表哥和您将我们赶出府去。众人见那册上密密麻麻全是雅莲院折腾人的事迹，一时面色各异。表哥，这张嘴这么难说，尝尝结舌之心如何？就用那铁钳把舌头拽出来，而后用尖钉钉在针木上，那些口出秽言之人的舌头我都拔出来钉在上面，你可要尝尝它。谢之让余光瞥见江蜜犯呕，脚尖动作一顿，没把后半段恐吓的话继续说出来。他收回脚，稍稍收敛那股子疯劲儿。再敢胡乱攀扯，当心你的舌头。母亲，环姐儿已经是被让哥看了身子没了清白，若是让哥不娶她，怕不是要绞了头发做姑子去。环姐儿是你唯一一个外孙女，你怎么能忍心看她去尼姑庵里吃苦啊？女儿知晓谢家规矩，若40之前纳妾，要受100刑杖。我身为让哥姑母，万万不忍心看着她因此挨打。不若让她休妻，再补偿江蜜一门好亲事。你糊涂！那便让环姐儿做平妻。贵妾也可，环姐只要一条活路啊！母亲，这等不要脸的货色想塞给我做妾，你们问过我没有？见了男人便脱衣裳，待在侯府真是屈才了。我瞧青楼正需要这样的人，衣裳一脱，腿一张，日进斗金。混账东西！怎么，我说的不对？这些事我污蔑他了不成？他做得，你说不得。休说在祖宗面前说这些污言秽语是大不敬，便是在祠堂外非礼勿言。你自己听听方才的那些话，是能说出来的吗？夫君，我不送他去青楼已是退步，做妾他休想。让哥，她到底是你表妹，很快就可以不是了。这族谱上一笔一画，全是你祖父生前亲手写下。祖父若知道他千娇百宠长大的女儿
出嫁之后用他给的暗哨算计自家人，怕是棺材板都要按不住了吧？到底怎么回事？谢亚军，这几个人你眼熟吧？他不是让这些人连夜出京了吗？怎么会？你让贴身丫鬟素梅从赤脚游医那里买来蒙汗药，到长公主府后，你命人用药迷晕我母亲，再让二婶身边的丫鬟将我妻子一并诱骗过去，便将房门上锁。他竟然知道了。那屋内事先藏有一男子，待他二人被反锁屋内时，他便好爬出来实行奸污之举，再由你引得诸位夫人前去捉奸。你还在府外安排了人，只等事成之后，便将此事宣扬开来，好逼得谢家赐死他二人。可你没想到的是，我这妻子尚有几分机智，竟引开了屋内那男子，成功保住清誉，让你这番苦心谋划付之东流。更想不到的是，那名游医就是个骗子，蒙汗药哪是那么好寻的？他不过是在药铺里买了些砒霜，分好剂量混在白面之中。若你那时下的药量再大些，若我和太医去的再晚些，你便亲手杀人了。他知道女儿过得苦，所以才会性情大变。纵然有些事闹得过分，他嘴上说几句，到底也忍了。那是2条人命啊！他怎么可以用那么歹毒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家人呢？你怎会如此啊？我怎会如此？我落得今日这般田地，不都是你们害的？我从小就见全府上下的男人都只娶一个妻子，他们全来谢家享福。我这个谢家女儿家的男人，竟然纳了一房又一房的小妾，凭什么？如果你们都纳妾，我就不会那么难以接受。都是你们害的我。当年全家都不许你嫁那董远山，父亲更是被你气得直接昏过去。是你1哭2闹3上吊，非要嫁他。他那第一个妾时，你休书回来向娘家诉苦，你大哥当即带着李哥儿、让哥儿去陇右替你撑腰，可你直接打了我让哥儿1巴掌，还将你兄长狠狠骂了一通。自此我便不许他们再管你家的事儿。那是他该打，他怎么能打他姑父？这是以下犯上，不敬尊长。你就活该和董远山搅和一辈子。这般数典忘祖、忘恩负义、不忠不孝之人，若还想留在谢家族谱之上，那便只能请去诏狱见识见识，谋害当朝命妇究竟是个什么罪名？还不走，等着吃席不成？想说什么就说。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回来就知道了。那，今日我若没将此事说出来，你是不是打算瞒一辈子？我怕你介意。小蜜，为了这点小事，你吃那么大亏不去找人算账，担心这儿担心那儿，讨好这个讨好那个，你就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是，他作为谢家世子，锦衣卫指挥使，自然可以恣意妄为，不用讨任何人的喜欢。他也想这般随性而活，但他无依无靠，甚至不能和男子一般去考功名挣前程。他一生荣华安危全部寄于男人身上，可世间男儿多薄幸，他怎么能保证他会护他一生一世？他讨好他，瞒着他，无非是不相信他会信任自己罢了。他去讨老夫人喜欢，去讨宁安侯喜欢，去讨侯夫人喜欢，不就是盼着有一日军心旁落时，他能在这府上的日子好过一点？他难道生来就是低人一等，天生就会讨好人的？不过是一年年蹉跎中练出来的讨生活的法子罢了。可这些话怎么能说给他听？他不仅不会懂，怕是还会斥他心思敏感，胡思乱想。少夫人，奴婢差小丫鬟去寻教撵吧。算了，今日府上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若叫人知道我让教撵抬回去，少不得惹人闲话。歇一歇，稍会儿便好。世子什么都不知道，他太过分了。行了，这有什么？
世子不过说话不好听罢了，那做事随心，为人傲气，看不起我这把青骨头也是自然。才不是，姑娘若是男儿身，其他几方长辈哪里敢那么明目张胆地侵占老爷留下的财产？若是男儿身，姑娘去做官，去投军，去经商，谁还敢欺负姑娘？不过都是仗着姑娘是女儿家罢了。他气江蜜对他人处处忍让，处处讨好，是因为自己也曾不得众人期许，不被长辈喜爱。他当不了李兰原旨，于是家人长辈对他呵斥、怒骂、厌恶。但那又如何？他谢之让不在乎。这一家子碍眼之人，若非礼教束缚，若非心有一丝容忍，骂他恨他者尽数杀了便是。所以他见不得自己的妻子那般讨好他们。可方才听到江蜜和福东的话，谢之让恍然惊觉，自己敢嚣张的底气全部来自于他是个男人。谢家再如何待他，了不起他自请出族，改立门庭。他不该用他的精力去苛求江蜜，那对他不公。我好些了，咱们回去吧，福东。哎，夫君，他不是生气走了吗？怎么在这里？半天没跟上来，看你腿断了没有？夫君，阿蜜知错了。下回若不舒服，记得告诉我，别疼死了，让我过去给你收尸。啊，有点……谢谢夫君。他明明可以一走了之，为何偏偏气头之上还要来关心他？为何要让他生出他在呵护自己的错觉？忽然就很想告诉他，他也不是随便就能让人欺负的。我不打算白吃亏的，我雇了打手把那个人给打了一顿，我还准备了一点点东西，能让他吃点苦头来着。你不会以为这几天我清查府上的钉子会不知道你干的事儿？那你还说我？他那么狠，你一点圆花就给他打发了？若非我留他有用，早一刀砍了他。叶雅君身体不适，请府医诊脉后，专门命负责合香的丫鬟调了几丸药香，香中便有一味药为甘草。甘草不得与原花配伍，否则可致人头晕呕吐，严重者还会致人死亡。他算计好用量，便命福东将原花粉末掺在香丸中重新揉搓，点燃后随着香烟吸入，谢雅君便会慢慢中毒。但他不敢害人性命，只敢这般算计一二，叫他吃些苦头。谁料谢之让竟直接将人扫地出门了。他这一番算计终究没派上用场。那我这不是怕做得过分，你不给我撑腰吗？她到底是谢家姑奶奶。哎，就你这猫耳挠人的架势，就算我给你撑腰，你也不过从挠一下变成挠两下，还能指望你什么？猫挠人怎么啦？猫发狠了也能将人挠死的。夫君可疼？自然是疼的。你这张嘴可该收敛些。我说错了？那些话江蜜同为女子，自然听着不舒服。可谢之让也没说错，是董玉环自己将脸皮扔在地上让人踩，而谢之让惯来得理不饶人，那嘴厉害的专往人心肺管子上戳。我知晓夫君没说错，可那话实在不像样。什么腿艺，听着都要羞死人了，夫君怎还那般直接的说出来？你不张腿不成？不张腿如何行房？你胡说什么？都是男人，谁还不知道谁呀？一个个嘴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真到床上一个比一个猛了，穿上裤子倒装起端方君子来了，简直虚伪。总之，你就是男子，不可以对着女子说那种话。那不行，女子当中还有个你呢，不许我对你说荤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啊？要不是怕你和爹打起来，我才不管你呢。我和他打起来，你帮谁？那自然是……你好好说。你，我肯定帮你啊！就算爹要打死你，我豁出命去也要护着你。这还差不多。这故事曾称作笑谈书，主观同音里有几股歌，他服下记忆
洒落我的身上，滋味的情。谢之让当着众人的面把谢雅君所在的那页族谱撕了，就代表此事毫无转圜余地。除族是要他的命啊！到底是亲生女儿还是除族这等大事，老夫人只闭门不见。听说你娘家要来人了，府上可安排好住处了？二婶他们是来为我补归宁礼的，既是归宁，哪里能住在府上？我在外头租了小宅子呢。这天热，赶路辛苦，且得等到凉爽些才来呢。啊，住在外头也好，不着急，那便慢慢归置。若有什么需要的，只管叫下人去找你三婶娘安排。她若为难你和你推脱，你只管来找我，我替你和她说去。娘，您待我真好。要我说，您简直就是孤舍仙子转世。您这般冰清玉洁之人，我可不敢用杂事来扰您。待我实在没辙了，再来请娘出山。届时啊，您可不能嫌我吵，嫌我烦哦。行了，我还不知道你，惯来是个嘴上好听的，什么孤舍仙子，我听你哄我。他说他没有遗憾了，他说他早想下去见六妹妹了。究竟曾经经历过什么，才会生出这般不想活的念头呢？娘，江南那边有个习俗，说是要母亲为未出嫁的姑娘缝制虎头纹的兜衣，而后在闺女生辰那日亲自替她穿上，以此来驱邪祈福，百鬼不侵，百病不扰。阿婉生辰将至，可她生母不在府中，娘您是最疼爱晚辈的，不若替阿婉做一件吧。也要给小六缝。那是自然，小六有您惦记，一定平安。他知道，怕是那天的话让江蜜察觉了，儿媳妇儿怕自己想不开，才变着法儿的给他找点事情干，耐心哄他、劝他、安慰他。他早不想活了。小六死的那天，他甚至就想跟着去了，可他连寻死都不能。他和宁安侯的婚姻本就为结两性之好，老夫人当年甚至送走宁安侯的心上人，也要强逼着他娶了自己。这门婚事背后代表的是北平王府和宁安侯府的利益。他若自尽了，谢林两家因此结仇，他便是罪人。他再悔、再恨、再痛苦，也得在这冷冰冰的府上熬下去。不过好在江蜜来了，他同江蜜待在一起的时候是快活的，他感受到久违的温暖。不仅是他，连让哥都平和不少。只盼他们夫妻俩能一直好下去，可别像他和宁安侯一样，恩爱夫妻终成怨偶。日子慢悠悠的过，一晃便是大半个月。往日下朝，若事儿不多，谢之让便会直接回府睡觉；若事儿多，他便直接去北镇府司，而后差人回府知会他一声。可今日都正午了，让人去宫门外看看下朝没有，再派人去北镇府司问问。廷杖是廷杖有锦衣卫之行，有人悄悄把消息传了出来，千真万确。那来来往往多少人，谢之让勋爵人家出身，哪能受得住这种屈辱？不行，若我去了，岂非让人知道有锦衣卫泄露大内情况？他被打板子这事儿瞒不住，可我不该这时候知道。不行，去将府医请过来候着，然后准备好热水，再取些冰盆进来摆着，把那熏香灭了，换成不燃香了，就让它冷着。福东，你亲自带人拿着担架在门内候着，世子回来了，便叫他在担架上趴着。还有，带件薄披风过去，替世子遮掩伤处。锦衣卫乃天子爪牙，他行事乖张，却向来得陛下心意。如今突然受罚，可是出了什么大事？夫君可是热，可要将冰剑放近些。你这一应事务安排的妥妥帖帖，
我在宫内刚挨板子，你就知道了。我瞧你这个点儿还没回来，便叫人去宫门口看看。是魏明告诉我你被罚停杖了，我原想着去宫门口接你，可又怕被人知道这样不好，才让下人们准备起来的。你做事倒是小心谨慎，没什么事儿。他不过是想吓我的脸，却又不想我真的卧病在床，没人替他办事儿。新型的人有分寸，破了点油皮罢了。那也是挨了那么多下板子的，哪里就会只破点油皮？锦衣卫打板子可是专门练过的，将宣纸放在石板上，宣纸没破，石板破了，这一功夫才算是练成了。所以下次打你腚的时候，别好，顶多算摸2下，你倒比那些真挨板子的人叫得还大声。他当然知道不疼，可女儿家的臀哪是可以被他这般掌掴的，羞都要羞死了。我懒得理你。和你说事儿，跑什么？过来，让我靠会儿。说吧，什么事儿？今早监察御史弹劾几家女眷私放印子钱，其中就有谢家，陛下大怒，申斥朝臣。那管家全都在三婶娘那边，要吃挂了也该是三叔父，便是你受牵连，也不过是被说上几句，他们都没挨板子，怎就偏偏你被打停杖？那御史弹劾完此事，又到锦衣卫监察百官，我和三房同居一府，却未察觉，究竟是我失职，还是有意包庇？督察院联名上书要撤我职，陛下便以治家不严，罚我停杖。此番休养在家，正好发作了那一家子吃里扒外的东西。所以是东宫授意御史弹劾，而你早就知道三婶娘在外放印子钱一事，于是便等着东宫出手，而你好借机发作。你素日行事一向毫无顾忌，若真只是为着家里的事，大可直接拿着账册把人发作了，何苦绕那么大一圈，自己还得一顿板子？你说的都对，不过有一事你不知，三房惯来想攀附东宫，东宫那2个却见不得我好，正好让他们狗咬狗。东宫与你不对付，他们怎么还觉得自己能攀上东宫呢？这你可就得问五妹妹了。他和太子？他将当年那些事情缓缓道来。历来这宁安侯府和淮阴侯府往上数7代，乃同一位祖宗。昔年这位老祖生下一对双胎，为保家族稳定繁荣，他定下2脉传承之法，一脉放在明面，建功立业，一脉作为隐脉，经营暗部，传承至今，恰是宁安侯一脉为明，淮阴侯一脉为隐。当初东宫想拉拢谢家，以太子妃之位许谢家女儿，三房自认与宁安侯关系更亲近，以为太子妃之位非谢文珠莫属，但谢家从不参与皇子夺嫡，宁安侯便拒绝了这门亲事。有道是财帛权势动人心，隐脉不甘于屈居明脉之下，淮阴侯府便带着谢家大半暗部投靠东宫。皇帝忌惮谢家已久，如今见同族决裂，心中暗喜，许给他家侯爵之位，谢文轩也因此顺利当上太子妃。谢文珠也不甘心，宁安侯给出明确答复之前，郎有情妾有意，两人便搅和在一起。拒绝这门婚事之后，一个舍不得软香温玉，一个放不下锦绣前程，自然还偷偷摸摸联系着。那祖母可知道此事？他若是知道，谢文珠的腿在不在还两说。说日后咱们有2个儿子，一定得一碗水端平，还要教他们兄友弟恭互相谦让，一家人同气连枝，荣辱与共。生什么小孩啊？你不想要，祖母和娘可催着我生呢。江蜜想到怀孕一事便害怕，可没办法，她只有生下孩子才能在这府里站稳脚跟。若是多年未有所出，谢家以无子为由休妻，她回到江南便是死路一条。若是她为谢之让父母守过孝，那还另当别论，可她总不能盼着宁安侯和侯夫人死吧？2位都待她情深意重，江蜜做不出这等混账事。三婶娘生了5个，我那好三叔可至少在外头偷偷摸摸寻欢作乐好几年呢。他这是什么意思？婚后他总和谢之让待在一处，同床共枕，肌肤相亲。他恍惚觉得自己是被他捧在手心的。今日谢之让一番话，一下就让沉溺在他美梦之中的江蜜清醒过来。
也罢，他不该奢求什么，只要顺利生下子嗣，他便再不让谢之让上他床，如此便是再脏也恶心不到他。哎，你发什么愣呢？没什么，夫君，我去瞧瞧药熬好了没有，你先睡一会儿吧。谢之让能做到锦衣卫指挥使，别的不说，忍痛的功夫可谓一流。第二日，他便让人押着三夫人和三老爷到上房去，直接一本账册甩到了三老爷脸上。你再敢乱指，小心你的指头！三婶把持钟馗，却拿宫中银子出去放印子钱，还害得我被陛下赏了80廷杖，这笔账该如何清算？这家里处处都要花钱，先前萧爵封地也被收回一半，如何能供得起这一大家子人呢？我去放印子钱也是为了多点银钱呀。三婶这话说的倒像是谢家成了穷苦人家一般，你既不能当好这个家，那便将管家权交回来，至于那80廷杖，都当夫妻一体，三叔三婶一人40杖还给我如何？你不敬尊长，我要让御史弹劾你。让哥你是小辈，岂能这么和长辈说话？长辈做到你这份上也真是少见，自己犯错便罢，还害得我儿白打80大板。如今倒好，你这始作俑者倒抖起来冲长辈款，冲的什么狗头长辈？大伯母，我虽是晚辈，却也不好任由您这般羞辱我母亲。说到底，我母亲不是宗妇，这钟馗本不该交到她手上的。到底什么原因，您最是清楚。他这些年为着管家一事兢兢业业，不说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不过是一点小错，一家人最是应当同气连枝，相互谦让。40大板非要去了我母亲一条性命。大伯母、三哥哥，你们是非要见我母亲今日死在这里才肯罢休是吗？五妹妹这话我可不认同，便斗胆辩驳2句。五妹妹说一家人同气连枝，这话我认同。我母亲身体不好，便劳烦三婶娘帮着管家，妯娌和睦相处，是多少家盼都盼不来的好事。五妹妹方才那话实在是伤2人感情，可不好继续再说的。五妹妹方才还说放印子钱是小错，可此事既已闹上朝堂，那定不是一件可以随意翻篇的事情。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三婶娘此事是违反朝廷律令，怎能说是小事啊？做错事情便要受罚，我家夫君因治家不严受廷杖之刑，那三叔父三婶娘也该因为此事而受家罚。刑罚不中，便会使人无措手足。三叔三婶作为长辈，便该以身作则，可不能坏了规矩，给晚辈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若要让外人知道了，一准说咱们谢家不讲规矩呢。五妹妹，我说的可对？元娘说的不错，老三媳妇儿自去祠堂跪上一晚，老三约束不力，按照家法杖10。渔夫，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蠢出升天的东西？这戏唱的着实难听。谢之让，你别太过分了。他能允许江蜜连名带姓的叫他，不代表他就能心平气和的让别人也这么喊。哼，再叫我便让锦衣卫亲自来打。丫鬟来禀告说江家人已经抵达码头，他以为来的只有二婶娘和几位妹妹，却不想还有一个郭凌云。这位郭凌云乃他二婶娘的侄儿，他便同府上几位堂妹一般喊他一声云表哥。郭家表哥怎么也来了？听姑姑说要来京城看看七妹妹和谢家，我便跟着一起来了，看看阿蜜妹妹过得可好。不过阿蜜妹妹这么同我生分了，可是怨我没能去喝妹妹的喜酒。他已成婚，郭凌云一个外男便不该这般亲密喊他。若是叫谢之让知道了，那厮不定还要和他玩什么哥哥妹妹的戏码呢，他可招架不住。表哥也不是我亲生哥哥，莫要说些招人遐想的话，只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呢。小七，嫁了人怎么这般没规矩了？你表哥是关心你，你到底是江家嫁出去的女儿，你莫要成了谢家妇就忘了娘家。
原先谢之让答应他会帮他解决此事，可是如今他还在养伤，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所以这事儿只怕还得他亲自解决。二婶娘这话可是错怪我了，我嫁与谢家世子那是高攀，自然得小心伺候着。表哥方才那话要叫我夫君听见了，可没我好果子吃，我这才急得口不择言了。唉，算了算了，你日子过得也不容易，那高门大户哪里是好相与的，我们也是来替你撑腰的。婶娘说的是，码头风大，我先带你们去宅子安置吧。你说姑爷待你不好，可是真的？他打我，好疼啊！当然疼了，那可是他死命掐出来的，能不疼吗？谢之让最近不知为何许久没碰过他了，他只抱着他纯睡觉。若是他来癸水前的那些日子，他都不需要假装，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他吸出来的印子，痛倒是不痛，就是看着吓人。现下倒好，还得他自己动手掐几个印子来骗人。江二夫人见到江蜜过得不好，心底十分畅快，可是想到他要让江蜜办的事儿，又一时头疼。为着自己的大计，难得耐心教授江蜜怎么冷落男人。江蜜表面听得认真，心却早飘回军景轩去了。谢之让好像不喜欢自己顺着他讨好他，他最喜欢的就是故意捉弄他，然后看他喊着他的名字发脾气。虽然他每次都说他大胆要罚他，可眼底盛满的点点笑意却让他一点也不害怕。他现在在做什么呢？少夫人呢？一大早说要接见管事，话都没说两句就匆匆走了。这个点儿还不回来，什么管事比他还重要不成？今日少夫人娘家来了，少夫人出府接他们安顿去了。哎呦，小三儿被打了顿板子，倒成奶娃娃了，这么离不得你媳妇儿，找她喝奶不成？口和腚长反了，便回你娘肚子里重新生一回。哎呦呦呦呦，火气那么大呢！哎，和兄弟说说，谁招惹你了？我和你这孤寡之人说个什么价？看起来你这是欲求不满呐。哎，走着，你小媳妇儿不搭理你，兄弟我带你出去快活快活。他敢不理我，我嫌他烦罢了。七妹妹，你也忒小气了些，怎能寻这么一处破宅子？这让我们怎么住啊？这是为你自己桂宁准备的，快快换个大宅子来。说的倒好听，却不见有一个人掏半分银钱。二婶娘，我母亲的嫁妆产业尽数全在江南，当初您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要在京城置办一些，便和祖母商量，将几个值钱的铺子折价卖了，给我换成现银。那满打满算也才300两，我在侯府处处要花销，实在是囊中羞涩了。我记得母亲那一间铺子一年便能收好几百两，二婶娘不若补贴我些。铺子折价卖了和他正常营生是不同的，我们是你娘家人，难道还会坑蒙你不成？你如今日子难过，我们也不多为难你，快些进去吧。阿蜜妹妹，如今你怎么也变得满嘴铜臭了？是，他满嘴铜臭，那他们为什么要到他这里来巧取豪夺他爹娘留给他的产业呢？郭凌云身上这件长衫乃香云纱制成，光是布料便要一匹卖到12两白银。他倒是满口不谈钱，身上穿的用的却处处是银钱，好一个虚伪小人。天色还早，小七，你带着你苑姐姐和云表哥去外头转转，也让他们瞧瞧这圣经的烦恼。江蜜带着两人去天街游玩，不想刚下马车，江韵便跑了没影儿，他只得离郭凌云远些，打算带着他在街上随意逛一圈便回去。韵妹妹不知去了何处，我们在此处喝茶，等得可好？去啊，你脑子被驴踢了。谢三公子执行任务没得飘便罢，平日里等闲是不肯来这种市井之地的。他喜结。哎呀，谁让你吃东西来了？我让你看美人儿。美人儿，哎，瞧瞧瞧，这柔仪，这腰肢，哎呦，皮肤嫩得掐水一般，豆花稀释，你觉得怎么样？偷情？阿蜜妹妹，我那日
是故意不去喝你的喜酒的。我一想到阿蜜妹妹要另嫁他人，我便喘不上气来。我怕我看见你的夫婿，便忍不住想冲上去打他。阿蜜妹妹，我人就在这儿，你倒是打一个试试。蠢死你算了，转个头连脖子都能扭到。你怎能如此作践我的阿蜜妹妹？你的阿蜜妹妹？江蜜觉得谢之让可能真的会当街杀了郭凌云。夫君，阿蜜自然是你的妻子，我同她什么关系都没有，而且你还在养伤呢，这样跑出来扯到伤口怎么办呀？我会心疼的，咱们回家好不好呀，夫君？若非是在外面，他非要亲下去尝尝是不是含了蜜。他不在乎外人的看法，可他知道他在意。若他真亲了，江蜜一定会哭。不过嘛，娘子的表哥来了，也不请回府上去做客，真是失礼。魏明，请这位公子回府喝茶。人间啊！他觉得郭凌云可能要惨了。军景轩，吃饱了？江蜜脸都要烧起来了。若是二人独处便罢，可这还有这么多人呢。内子还是孩子心性，有时闹脾气不想吃，便装说吃饱了，我便只好这般亲自瞧瞧。阿蜜妹妹从前在家中最是懂事乖巧不过的。懂事乖巧有什么好？我若想要这样的妻子，娶个死人就好了，任我摆布。再者说了，凡是要人乖巧听话，多是在他身上谋得了好处。我又不觊觎他的钱财，自然是希望颜色鲜活些好。便是骄纵上天，我也是愿意宠着的，轮不到旁人说三道四。是了，他们人人都要求自己乖巧懂事，不过是想逼着自己退一步，再退一步，好满足他们的一己私欲。谢之让的话仿佛一剑挑下郭凌云的虚伪面具。我们是为了阿蜜妹妹好。纵使谢之让不是那暴戾自衰之人，她一个外男也不该这般当着她丈夫的面亲亲热热喊她。非礼勿言，这些年的书她全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郭表哥乃二婶娘的娘家侄儿，随诸位表哥一同喊我七表妹便是。凭我二人的关系，我还当不得表哥这一声阿蜜妹妹。夫君，我身子有些不适，便先回房歇息了。内子爱娇，郭公子可莫要介意。大人请您用膳，公子还是坐着的好。他和郭凌云其实曾经也十分要好过的。那时刚被接回江家祖宅，他父母俱亡，哀痛欲绝，他总是安慰他，他瞬间就对这人心生依赖。后来江家逐渐暴露野心，将他母亲的铺子要了过去。再说他年纪小，恐丢了重要物事，想将他母亲的压箱底也要过去。他那时交出铺子后，对他们心急的态度慢慢起了疑心。苦于无法求证，他只得借口怀念王母，将那些东西攥在手里。而后他们伙同官府将他父亲的产业抢夺瓜分，他便彻底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可郭凌云总会耐心温柔地安慰他，逗他开心。他以为郭凌云待他是真心的，可是后来他才发现都是假的。他总是劝自己要乖巧听话些，慢慢的他就对他死了心。在想你的云表哥，你若敢想他，我便让人把他的皮扒下来，挂在床头，让你日日夜夜地看着他。江蜜觉得自己大抵是病了，他竟不怎么害怕，只想着他和郭凌云果然不是一种人。你那么烦他，日日夜夜看着也不嫌膈应。乖乖，你怎么能这般惹人喜爱？你都说不要我乖巧听话，那你还叫我乖巧听话是乖，乖张顽劣也是乖，不过是人给他赋予的解释罢了。你何必在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你说不喜欢，我不喊便是。宝、娇娇、心肝儿。刹那间怦然心动。有心人如春风含笑。那谢世子
当真待那丧门星好急。云哥儿，那你可还能哄住他？郭凌云说不清心中是什么复杂感情，她本是看不起江蜜的，可她嫁为人妇，乖乖巧巧待在另一个男人身边时，她竟会心生酸涩。以前跟在她身后哥哥长哥哥短，现在竟连看她一眼都不想看吗？当初她让江蜜给她准备科考用的东西，她不愿；她要纳她做妾，她也不愿。现如今倒上赶着讨好这样一个杀人狂魔。姓谢的待他好又如何？我手上可是有他不少贴身之物，何愁哄不到手？不过您等着看便是。表公子简直就是小人！当年郭凌云央着他给他绣香囊，可香囊乃私情之物，他并未光明正大到江家来求取，他如何能绣？他不允，郭凌云便满脸失落，话里话外尽是指责控诉江蜜，并未将他放在心上，自己一腔真心错付云云。江蜜被他说的心底愧疚，纵然不安，还是给他绣了2只荷包，一只绣雄鹰，一只绣文竹。当年他的心软，竟然给今日带来如此麻烦的祸事。阿蜜妹妹如今做了世子夫人，可真是难约呀。以往只知道表哥交友广泛，倒是不知和畜生还有交情。瞧瞧，这行事手段可是越来越像了呢。阿蜜妹妹的嘴这般厉害，谢之让那煞星都能叫你哄得服服帖帖，还是我小瞧你了。我不与你废话，将另外1只荷包还回来。从前我亲你一下都不许，我道你是多冰清玉洁之人，想不到竟会在那煞星身下求还。你这张嘴这么能说会道，想来吹箫一事。他从前或许不知郭凌云满口污言秽语是何意，但先前谢之让带他看过不少避火图，自然知道何为吹箫。谢之让也曾异动想让他试试，可江蜜不愿，他便没强求。连谢之让都不曾羞辱过他，郭凌云怎么敢？你敢帮我？我愿意叫你一声表哥是给你脸，谁给你的胆子敢羞辱我？江蜜，你不过是个可父可母的孤女，姑姑不会饶了你，郭家也不会饶了你。我既已嫁人，江家郭家有何可惧？你若识相，便将那荷包拿出来，否则我让人将你打一顿，扒了衣服扔进青楼，自此斯文扫地。我看你明年还如何参加春闱？你若敢这么做，我便将你的小姨扔给城中的地痞乞丐，我看你还怎么做这个世子夫人。你若没被进猪笼，还有命被休回江家，我倒是能大发慈悲给你一个妾室的身份，到时候我让你跪下来，怎么伺候那姓谢的，你就怎么伺候我。现在就是要和他比狠，只有比他更狠更毒，他才会害怕，才会屈服。你知道吗？赵狱有种刑罚叫截舌，专门用来惩治口吐污秽之人。截舌之刑就是要把你的舌头拉出来，而后用钉子狠狠钉在地上，你就会觉得疼，然后开始打滚挣扎。可是你却发现越挣扎就越痛，忽然你看到你的舌头断了，从此你就再也说不了一句话。我今日出门没叫人准备钉子，倒是有一把剪刀，可是剪刀尖头处还不够锋利，我若是一下子没扎进去怎么办？而且我力气小，可能一下也扎不穿。表哥觉得我扎几次能扎穿呢？把他舌头拔出来。你不能。我不能？我怎么不能？这些都是我买回来的人，对我忠心耿耿。事成之后我便送他们出城，到时候表哥想去官府告我，你一没人证，二没有物证，谁会信你啊？你说我从哪里下手比较好呢？这里啊，还是这里啊？考虑清楚了吗？要荷包还是要舌头？舌头我在我房间的行囊里。我从未给过你贴身之物，若城中有人敢拿着假东西辱我名节，我便是死也要拉着你给我垫背，听明白了吗？明白。
江蜜取回荷包，命人打断郭凌云一条腿后，又替他接上。你没事吧，少夫人？说实话，他根本就不敢把剪刀扎进去。想到那汩汩流出来的鲜血，他便胸口发闷。福东，我好怕，我刚才快要吓死了。猫儿一般的胆子，还敢学我杀人放火？夫君，能不能起来？嘴软，起不来。你就这点出息？喂，别装死。你想问什么？这话应该我问才对。你想和我说什么？我在隔壁全听见了。你没有什么想和我解释的吗？我年少不懂事，被他和家中长辈诓骗，便绣了2个荷包。他如今拿着这个要挟我，我便想来讨回去。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我和他现在什么关系也没有。还有他说的什么贴身衣物也是假的，我一直手里的，夫君你别误会，我不该今日出来见他的，我错了，夫君。你有什么错？扬言要割下他的舌头，还拿着那破剪刀去吓唬人。如果郭凌云没被你吓到，你打算怎么办？真的割他的舌头，还是直接杀了他？就你这小破胆儿，你敢吗？万一那姓郭的留了后手，提前让人在外败坏你的名声，你是打算和他同归于尽吗？我没有，我就是不敢杀人，我就是害怕，可是谁都帮不了我，我有什么办法？我还不是只能硬着头皮上，为什么你们都来欺负我？我错什么了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开始在意他。早前他只当是捉弄他有趣，却不想渐渐的他就把人放在心上。看到他笑，他便开心；看到他哭，他便难过。这种受人牵制的感觉让他害怕，却也叫他上瘾。哭什么？我害怕。哎，你怕什么？我不是在吗？我哪敢指望你，你就会骂我。你有没有良心？我上赶着跑到这里来，还不是怕你解决不了郭凌云，给你善后来了。凡事谋定而后动，你匆匆跑过来见郭凌云，什么事情都没准备好，怎么可能顺利解决问题？便是再慌乱，也该镇定心神，把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你胆子小，真杀了人，别说旁人找你寻仇，你吓都要把自己吓死，给他陪葬。有些事情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杀了第一个人，就再也回不到从前。郭凌云那种人不配你动手，更不配你和他同归于尽。亲手杀人是不一样的。当年他用人血开刃，斩下第一个人头的时候，他这般冷心冷情之人都心生恍惚，何况江蜜这样的小娇娇呢？杀了第一个，就会有第2个、第3个，无数个。血的腥臭味始终环绕在他鼻息间，经久不散，最终成为他的习惯。他不想江蜜和他一样，他希望江蜜的手这辈子都沾不上一点血。我在隔壁待着，便是怕你真到那一步，我不会让你做你恐惧之事的。不哭了啊！我忍不住。你知道自己现在有多丑吗？再哭更丑。你别以为我没看见，又哭又笑，黄狗尿尿。你讨厌死了，不许说。行啊，我不说。那你说，为什么这个事情要瞒着我自己解决？我怕你介意，会怀疑我和他有私情。不过是2个荷包罢了，你人都是我的，我还介意这个？你又打我。你给他绣了2个荷包，我要3个。你配的荷包都是我绣的，哪里只有3个？那我不管，就是要3个。你给我好好绣，用心绣，知道了吗？我与你说过，江家的事情我替你解决。我虽算不上君子，但答应你的，我哪件没做到？
下次再敢不信我，我就把你这个小骗子锁到床上。切，他才不相信呢。本该是人念一场，不料却越有良相。谁情绪的一眼地老天荒，再不问来日方长。郭凌云被江蜜从谢之让那里学来的一星半点吓破了胆，回去便躲在房中高烧不退。这小贱人攀上高枝倒是抖起来了，竟敢打折云哥一条腿，丧门星，你给我等着！贱人骂谁？七姑爷。内子卑贱，怎敢与二夫人攀亲？再敢胡言，我就把你的舌头砍下来喂狗。他以为能看上江蜜的男人也出众不到哪里去，可是没想到他竟这般英武。当初他说想带江蜜嫁去京城做世子夫人，可他母亲不愿，说那谢世子是个荤素不忌的煞星。可是还不滚出来！阿韵见过世子，好看。世子龙章凤姿，气度不凡，阿韵自然折服，心中很是仰慕。你说你这张嘴这么能说，我该做点什么呢？他恨不能直接把郭凌云说的那些阿杂手段全用到他身上。你不是想尝吹箫之乐？我看他就不错，一张嘴能说会道的很，想来是能把你伺候舒服的。我和阿韵以兄妹相称，你不能背逆人伦呐，世子。你不是一心想着男女之事，我满足你便是。这3位是我专门为你找来的风尘女子，无论郭公子什么要求，他们都能满足。你们3个千万把人给我伺候好了。是，大人。事儿都是凌云一人做的，我和我女儿并未招惹你和江蜜，你还想怎样？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今日上门来与你喝茶了不成？江韵一心想嫁入高门，挑来挑去没挑到能看上眼的，一来二去拖得年纪大了。此次江二夫人来京城，除了要解决郭凌云科考一事，还想借江蜜和谢家的事，在京城为江韵找一位好夫婿。昨日郭凌云说要拿江蜜的小衣丢给流氓乞丐，便是江韵绣的。江家姐妹俱是一个绣娘教导出来的，二人针线本就有些相像之处，骗骗外人不成问题。你们不是想把小衣丢给流氓乞丐吗？做什么借我娘子的名头，用自己的多好。这2件衣物扔给妻儿，总归是在京城没什么人认得你们，但你们若敢再到京城来招惹我娘子，我便让人去江南，把你们的贴身衣物给每个地痞无赖都发上1件。都是江蜜，江蜜凭什么？让那3个女的把郭凌云榨干，我要让她以后见到女人就犯恶心。至于那几个继子，这几人在青楼楚馆接客多年，早就染上花柳病。即便郭凌云当真体力惊人，能撑过他们3人的压榨，也会染上这难治之症。若按谢之让以前的性子，办完此事杀了便是。可是想到江蜜，他难得心软。你去把他们赎出来，再给笔银子安顿出京，行的不用多管。谢之让轻而易举解决了压在江蜜心上多年的大山，这让江蜜长舒一口气的同时，也心生欲促。谢之让见他闷闷不乐，甩给他一本《孙子兵法》，让他自己看书领悟。有时江蜜想不通去问他，谢之让借机捉弄他1、2，倒也仔仔细细给他掰开揉碎讲清楚。可懂了？我明白了，夫君。夫君你可真厉害，你就是这世上最厉害的人吧？少油嘴滑舌，睡觉。我今日不能陪你睡觉了，丁香姐姐昨日给我下帖说想上门拜访，我得招待她呢。翰林院侍讲韩赞之妻。是的呀，丁香姐姐怀有身孕，我得照顾好她才是。这姚丁香是江蜜在某次宴会上认识的，那日回来她随口说与谢之让听，现下她稍稍一回想便想起来了。说起这韩赞，
便是谢之让也得承认，他学问做得极好。他虽是寒门出身，但年纪轻轻便连中3元，名声响彻大江南北。此人20岁入翰林做修撰，23岁顺利留馆当侍讲，前途一片光明。这姚丁香是韩赞的童养媳，韩赞爹娘死后，便是他一直做工挣钱，供韩赞考上状元。但京城之中遍地都是官儿，有不少人看不起姚丁香的出身，宴会之上多有讥讽之言。上次正是江蜜见他大着肚子还被人为难，便出言帮他解围，两人一来二去才熟络起来。韩赞虽为人清正，但能从寒门之中脱颖而出，绝不是个蠢的。姚氏亦然，你和他来往归来往，当心别被他骗了。知道了，我又不傻。去把衣裳穿起来，下回再和我喊腹痛，我懒得理你。姚丁香如今已有5个月身孕，按道理来说该好好在家将养才是，怎么跑到谢家看她来了？丁香姐姐，你上次说喜欢吃这云片糕，我特意吩咐厨房为你准备的，咱们吃些糕点缓一缓，稍后再哭可好？拿我当孩子哄不成？姐姐还真猜对了，我家婉姐儿一哭，我便拿糕点去哄她。她在这京城里谁都看不起她，能说上话的只有一个江蜜。她匆匆跑来拜访，虽有些失礼，可她着实是没办法了，才来找江蜜拿主意。姐姐，韩大人待你素来珍重，这到底是发生了何事，让你气成这样？说是那老十子礼部侍郎想拉拢他，送他一个小妾。礼部侍郎曾方海，那妾室说是什么曾大人外家的庶女，姓杨。那杨家虽不及妹妹你这破家显贵，但那也是出过皇后的人家，哪里看得上我们这些乡下泥腿子？我看就是韩赞心思野了，想攀高枝儿。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他一个外人如何说都不对，两头为难呐。姐姐真心想我给你出个主意，那我便与姐姐推心置腹说几句，若有说的不对的，姐姐只管听个笑话便是。你夫君是3品大官，你是有朝廷诰命的，你叫我一声姐姐，是尊重我，我便斗胆认下你这个妹妹，你只管说就是。姚丁香这话说的没错，可却不是这么论的。谢之让作为锦衣卫指挥使，虽风光无限，却是天子爪牙，干的多是见不得人之事。谢之让虽然从不和他多说差事，可他3天2头衣袍带血的回来，他这个枕边人怎能不知？可韩赞不一样，他乃3元及第状元郎，是天子门生，背景清白得很，文人重风骨，朝中几乎无人看得起谢之让，更不用提韩赞这等清正之人。丁香姐姐，你是韩大人明媒正娶的嫡妻，况且姐姐已经为韩大人诞下嫡长，如今腹中这个是男是女都不打紧了。姐姐如今怀有身孕，切莫胡思乱想，叫下人看紧院门，提防小人，顺利产下孩子，保重身体才是正经。我知晓姐姐于微处供养韩大人，才有他今日之荣华，且你2人青梅竹马相伴多年，看重韩大人是极为自然的事。我如今劝你看重自身，保全自己，只怕你一时难以接受，可我真心是为姐姐好，只盼姐姐能够平安。这么多年，是个人都夸我贤惠能干，供养我家赞哥读书，没辜负韩家爹娘对我的恩情。阿碧妹妹，你是这些年第一个与我说要我对自己好一点的人。回来就看你坐着发呆，想什么呢？这外人传韩世讲多么精才绝绝，其实也是个负心薄幸之人。丁香姐姐却给人做了多少功才供她考上状元，她怎么能在丁香姐姐怀孕的时候纳妾呢？负心汉！姚氏说什么你就信？你当真是个小傻瓜不成？我为何不信？她哭得险些动了胎气了，要真是骗我的，这代价也忒大了。你就是帮着负心汉，总算是养胖了些呀。我哪里是帮韩赞说话？韩赞同姚氏青梅竹马，情分非常人可比，而且韩赞极为看重姚氏，前几日还特意告假，出城去给姚氏买蜜饯果子。我是怕你一时被姚氏所言昏了头，对着他大骂韩赞，到时人家小夫妻和好如初，我看你怎么办？那我也是当着你的面才这样讲的，我又不是蠢的。不要亲了，你好高，我脖子疼。
你干嘛？这样总不疼了？不疼了。那给不给亲？给不给亲？乖乖，到底给不给亲呀？亲便是，问什么问？我说不给亲，你还会不亲不成？你这人就是……我自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走过春风，白衣遮山，诗意更浓。他怎么走了？说来，谢之让已经和他快1个月没行周公之礼了，好几次都是把他撩拨得不上不下，然后一个人跑了。那他撩拨他做什么呢？讨厌死了！很快便到谢婉生辰8岁了，江蜜便只央着侯夫人在昭辉院办着小宴，而后请宁安侯和谢之让来一起为他庆生。都说侄女似姑，谢婉笑起来的模样和小六有5分相似。宁安侯已经很久很久没来过昭辉院了。小六夭折以后，侯夫人几近疯魔，歇斯底里地将他的物品尽数从昭辉院扔出来。自那以后，他一人独宿在外院，再没回过昭辉院。爹，您来啦！希望我们家婉姐儿平平安安，岁岁无忧。谢之让，我要杀了你！元宁，谢苗，你信不信我拿着你爹给你的这把破刀，把你头割下来，扔到他坟头拿去当灯笼点？他是你大哥的儿子。是，您最是顾念家人。夫君，我没事儿呢。阿淼是第一次见我，肯定不是故意的。阿淼，你说是不是？是，我不是故意伤害森擦的，此事是我做错了，该给您道歉。你瞧，阿淼都和我道歉了。我知晓夫君是担心我，现下我没什么事儿了，夫君便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我一瞧见夫君皱眉，心口便难受。你疼疼阿蜜吧，不要让我这么难受了，好不好呀？让哥哥。你还给我！还给你，让你再砍我娘子一刀，是不是？阿淼的腿是不是很疼？要不要请府医来给你看看？不用麻烦府医，那咱们坐下休息休息如何？至于那刀，你若信我，过几日我再拿给你。今日是婉姐儿的生辰，她盼你归家盼了许久，你也不希望妹妹的生辰宴变成你和你三叔斗气的地方吧？咱们一家人坐下，和和气气的为婉姐儿庆生，可好？宁安侯做上手，谢之让和侯夫人哪个都不乐意挨着他。一家人的位置毫无长幼尊卑顺序，实在是奇怪得很。一天到晚要吃这个要吃那个，撑死你算了。这是说谢婉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我给你夹碗里倒是一口不剩，什么毛病？这是说江蜜。宁安侯见夫妻俩浓情蜜意的模样，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他和侯夫人琴瑟和鸣的情景。他心思一动，夹起他最爱的虾质，抬头却发现他并未坐在自己身旁。苗儿，多吃些。他最讨厌吃的东西就是虾，祖父是在用这种方式惩罚他险些刺伤三婶婶吗？苗儿不爱吃虾，你爱吃。不自觉脱口而出，总觉得这两人有点情况。侯爷夫人、世子、少夫人、任夫人来了。曾经的世子夫人任如萱。今日是婉姐儿生辰，我来看看她，我想带她去皇家住上几日。任夫人，叫我谢家女儿住到皇家去，确实是强人所难了。不若这样，夫人在府上多留几日，陪婉姐儿可好？我如何能住在谢家？既然夫人不愿，那也不能怪我们拘着婉姐儿，让你们母女分离。阿婉，咱们去找三叔玩可好？我是婉姐儿母亲，难道我还不能把婉姐儿接走几日吗？婉姐儿姓谢，这儿是宁安侯府，由不得你放肆。他是万万不可能让任如萱把人给带走的，万一他又像当年那般把孩子带走之后不肯还回来了，他们倒是能上门去把婉姐儿抢回来，可小姑娘心里该怎么想？
那任夫人以前经常来吗？她是只来看阿婉，都不问问淼哥吗？无事不登三宝殿，谁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他睡这儿，我睡哪？让人把他抱走。哼，一个谢婉都要烦死了，再多几个小孩，江蜜还能有心思搭理他？这孩子一个都不能生。你之前说过会把刀还我的，我正要去找你呢。你不知道呀，我为了你的这把刀和世子说了多少好话呢？你是不是得帮我个小忙呢？你不是什么大事儿，是我有些你妹妹的事儿想问你来着。就这呀，你问吧。我听说你一直在少林寺练武，那你这几年可去过任家？那是我外祖家，自然是去过的。阿婉一直都不说话，府上也曾请了许多大夫来给她看，都说嗓子没问题，只怕是她自己不愿意开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妹妹以前在任家是说过话的。那是在任家就便不说话了，还是回谢家才不说话的呢？是在任家。那日任如萱一和人吵起来，谢婉便忍不住哭。是不是曾经在任家，任如萱总和任家人闹不痛快，在谢婉心底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你为什么要杀世子？因为他杀了我爹，你就不怕他哪日杀了你？我才不信呢！按照他的性子，他才不会遮遮掩掩。而且他说过，斩草要除根，绝不能心软。他要真杀了你爹爹，为了防止你报仇，他难道还会留着你和婉姐的性命不成？我不知道是谁和你说是他杀了你爹爹这种荒诞至极的话，也不知道你为何会信。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杀了他，你因刺杀朝廷重臣而下狱，咱们家的爵位保不保得住还得两说。谢家失了顶梁柱，从此日渐落魄。另一个结果便是他杀了你，旁人参他一本，罢了他的官，谢家仍落不得好。谢淼，有些事情得用心去想。少夫人，任夫人和皇家老夫人来了，老夫人请您去上房。又来了，还带着她婆婆一起来，她想做什么？婉姐儿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我如何都放心不下她的。不若就让她和聪哥定下娃娃亲好了，日后她嫁入皇家，上头没有婆母，还有我这个当娘的看顾着，日子定是顺遂无虞的。娃娃亲？任夫人，你口中这位聪哥是个什么身份呢？他是我们皇家二房的嫡长子皇聪，两人青梅竹马，多好的一桩婚事。我家婉姐儿什么身份？你们皇家又是个什么身份？敢到我谢家来提亲，想的倒是挺美。皇家身份虽低，可谢婉丧父，兄长又年岁尚小，撑不住，配不配得上，端看谢家对他是个什么态度。此番侯夫人一番怒斥，那黄聪定是配不上谢婉了。这确实是我皇家高攀了。只是啊，婉姐儿母亲的话说的有道理。黄老夫人、任夫人，这门婚事实在是十分不合适啊。这其一呀，我们家婉姐儿年岁还小，不宜这么早就定下婚事，总要叫她长大了自己相看一番的。这其二呢，若婉姐儿嫁给了黄家哥儿，那是该叫你一声母亲，还是叫婶娘啊？下堂不为母，自然是该叫婶娘的。母亲？谢家上下咬死不松口。怎么样，谢家答应了吗？那谢家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不过是个死了爹的丫头片子，能配我家聪哥已经是看得起他。你不是他亲娘吗？这点事儿都办不好，你有什么用？他虽是我生的，可我也做不得谢家的主啊！你还敢顶嘴？好啦，总之这门婚事一定得成，锦衣卫快要查到我头上来了，得赶紧把两个孩子的婚事定下，否则就是倾家大祸呀！要不是谢婉年纪太小，他都想让黄聪侄儿直接把谢婉娶回家。他不由想起从前在谢家的日子。夫君疼爱，婆母虽为人高傲，却不怎么管他。他为什么要死呢？都是他死了，才让自己落得这样一个境地。婉姐儿，你不能怪娘。若是你不嫁过来，你弟弟便要没有爹爹了。哼，这黄伯山还真是嫌自己死太早。我就说，阿婉年纪这般小，怎就直接上门提亲来了？她是阿婉的亲娘，怎么能跟着外人算计阿婉呢？皇家和谢婉谁是外人还两说呢。
那他们盘算什么呢？黄伯山曾在督察院任13道监察御史，陛下近来让我查漕运贪污一事。那便是这位黄大人曾办过外差，做巡曹御史代天巡狩时贪墨了一笔银子，或是替人遮掩了什么。夫君你正好查到这点苗头，那黄大人为了自保，就想同咱们谢家结为儿女亲家，以期夫君能放他一马。我说的可对？乖乖可真是聪慧，一点变透。都是夫君教的好。其实以前他是不会过问谢之让官场之事的，一来是他不懂，二来他怕谢之让觉得自己不安分。但是近来他在教自己读书，读那些只给男人看的书，他便懂了许多事情，而且谢之让不会避讳，有时还会主动和他说起，他便也渐渐会和他讨论一二。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夫君虽是办皇差，有陛下给你撑腰，可也要小心才是。你担心我？我自然是担心夫君的。啊？怎么了？江蜜有些窘迫，可是他已经快1个月没和自己同房了，他自己也是想的。他这般拉下面子求他竟能置之不理，难道是他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回到家中便没有精力应付他了吗？江蜜心底难堪，为刚刚伸出那只手而后悔。为人妻者何该端庄守礼，怎能如继子一般向男人求欢，还被他拒绝了。他怎能做出这种自甘下贱之事？他和董玉环有什么区别？谢之让却是不知妻子心中的千愁万绪，他在屋外吹了会儿风，终于把心口躁动压了下去。再有2日，他应当便要来癸水了。等他小日子一结束，让溥仪把过脉，他就能结束这种和尚看了都说惨的日子了。哼，这小娇娇还敢来招惹他，等过几日，他非要叫他好好瞧瞧，招惹他是个什么结果。困了，该睡觉了。哭什么？没什么，就是方才躺下时不小心把被子戳到眼睛里了。说实话。说实话是问他是否觉得自己自甘下贱，还是和他解释他非不自重之人。他说不出口。夫君既然困了，那便快些休息吧。对付赵玉那些不肯吐露实情的犯人，他可以剥皮断脊，灌鼻刺心，无论多么严酷的刑罚，他都能下得去手。可对上江蜜，他束手无策。若他打定主意不开口，谢之让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说不说实话？今晚咱俩都别睡。江蜜知道谢之让应该是有头疾，每当困意袭来却不能睡觉时，他都会头痛欲裂。若没有魏明点的那支香，他几乎无法缓解。若他当真看不起自己，应当不会强忍着痛等他开口吧。你已经许久未同我行周公之礼，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外事了？你若有外事也没关系，我不会告诉家中长辈的。你若要在外过夜，同我说一声便是，我会替你遮掩的。但你若有私生子，那我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谁告诉你我有外事啊？谁告诉你我有私生子？那你怎么？他一时不知道是该生气江蜜怀疑自己有外事，还是该高兴，这样他都没怀疑自己不举。上次你来癸水疼晕过去的时候，傅姨说你身子弱，从小身体没养好，有些亏苦，再加上纵欲过多，让你气血两亏。他要我禁欲1月不能碰你，他好为你调理身子。你先前本就不太愿意与我同房，我怕你知道此事更加不情愿，便没告诉你没有外事，也没有私生子。还有没有其他要问的了？我刚才去拉你裤腰，像你那个，你会不会觉得我和董玉环一样是不要脸之人啊？我说你是不是让那些迂腐的规矩给教傻了？7情6欲是个人都有，饿了要吃，困了要睡，
思春动情就和人吃喝拉撒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再者，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同我求欢是天经地义。那姓董的与我毫无瓜葛，想来爬床才是自甘下贱。我说你一天天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从小看那些婶娘伯娘斗小妾掐通房，个个都是叫他们跪在地上用言语羞辱。他出阁前甚至没有长辈教过他房中之事，都是谢之让主导完成洞房礼的。故而在他潜意识里，女子主动向丈夫要求同房，都是以色示人的妾室通房才会做的事，嫡妻是不能做的。所以先前即便他尝到欢愉的滋味，也不太敢表现出来。可现在谢之让却告诉他不是这样的，实在颠覆他多年以来的认知。但他觉得谢之让是对的。对不起嘛，夫君，你是不是很不舒服呀？那要不要让魏明进来点香啊？不用，这个月的用完了。谢之让做事惯来周全，那香若是他自己找人配的，他不会让自己遇上这种要用香却没有的情况。是旁人给他的？难道是有人想借他的头级控制他？江蜜有心想问，却见谢之让闭着眼睛忍痛，又默默把话咽了回去。其实他困了却不能睡觉的时候不是最难受的，让他最难受的是万籁俱寂时从他心底涌上来的那些嗜杀的欲望。一双温软的手轻轻抚上他的脑袋，那些无法宣泄的疼痛似乎找到一个出口，真的舒缓了些。说话随便说点什么。云外青山袅袅，竹儿轻轻摇，春熙蒲草在心头挠啊挠。长安归途遥遥，飞鸟燕寥寥。年少心事无处逃，是谁将一朝碧涛，牵挂成小调，在暮色途经过。这是他娘亲小时候哄他睡觉时唱的。在这片安宁之中，他渐渐入眠。他怎么明知没香了还不睡觉来哄他呢？每当思念冰如桥，仿佛是夜雨潇潇，敲在岁月的窗角。你这么久不来，娘还以为那谢家拘着你，不让你出来见我呢。怎都这般瘦了？你是男嗣，他们都这般苛待你，我真不知道你妹妹在谢家过的是什么日子。谢淼其实很久没见他了。母亲想要我做什么？你的字是你爹爹亲自教的，你模仿你爹爹的字写一封信，就写你爹爹临死前说，如果我生下的是女儿，便叫我做主她的婚事，你再盖上你爹爹的私印，交给我，我便能带着你妹妹离开谢家这片苦海。那我呢？我也想和母亲在一起的。你是谢家男嗣，我没办法呀。母亲，您当年和我说是谢之让杀了我爹爹，母亲缘何以为是他杀了爹爹？你爹爹死了，他才好做这个世子袭爵。从前他深信不疑，可是江蜜那日那番话让他动摇了。和你三婶一样傻。你知不知道不能在小孩子面前说他笨的，他会当真的。咱们阿婉才不傻呢，咱们阿婉是这个世上最聪明的小孩，三婶也不傻，你三叔叔一天到晚净胡说。谢淼忽然觉得他们三个才是一家人，而他……阿淼，你愣着做什么呀？快来快来！出门见谁去了？你监视我？就你？我什么？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们两个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阿淼，你三叔叔是说锦衣卫的眼线遍布全城，他不需要刻意监视你，只是最近他让人盯着黄家，便多问你一嘴。黄家在你三叔手上犯了案子，他是怕你不知实情才出言提醒你的，他只是说话不好听，心也是好的，怎就和仇人似的呢？他们究竟是不是骗我的，我心里自有判断。你关心他便关心他，故意说那些不好听的做什么？没得一腔好心还被人不理解。谁关心他？阿淼总是说你杀了他爹爹，夫君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大哥意外去世，人是一时无法接受，
便一心认定是我杀了大哥，找个人恨着，估计才能活下去吧。那时候真该一刀杀了了事。他不过是想找个能发泄情绪的对象，却叫阿淼一辈子都活在仇恨里。见天就去哄别人，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我哪里没有哄你啊？我每天都哄你，我把夫君放在心尖尖上，哄你哄的嘴巴都要干了。乖乖，可还觉得口干？我不在外人面前去哄你，不过是不好当着他们的面说那些话罢了。你本来就头疼不舒服，一发怒岂不是更难受？见你睡不着觉，我可心疼呢。别扭，惹我一身火，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好像来癸水了。乖乖，这苦日子可总算是熬出头了。少夫人，您快去戒律堂劝劝世子吧。您再不去，淼哥当真要被世子给打死了。她是当家主母，府上任何事都要叫她知晓。今日戒律堂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却一点消息也没透到军景轩，想来是谢之让下了死命令，不许人告诉他。谁把少夫人叫过来的？我腻歪了。夫君怎么生那么大一通气啊？孩子做错了事，该罚该打，也该叫他知道错在何处，对不对？不疼？有一点疼。夫君陪着我坐着可好？拿个银囊来。是李儿的死因。淼哥，到底怎么回事？原来那日他见完任如萱回来，见到江蜜和谢之让待谢婉那般模样，心中已然生出拒绝之意。可是任如萱说出一个惊天秘密。母亲说婉儿不会说话，是因为你对她不轨。夫君身正不怕影子歪。阿淼，你方才所言可有证据？妹妹回谢家那年，你带她在你院子里待了3日，你做了什么？晚点回来的时候，韶光院乱得很，便叫让哥带在身边待几日。曾祖母这是要包庇谢之让了。他刚回来，把我当成大哥了。什么？我说他把我当成他爹了。我如何信你？阿淼，你想，你三叔是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怎会去做这种事？你看阿婉对你三叔如何，你也该知道此事不是真的。我非是要说你母亲坏话，倘若她真是为阿婉考虑，心疼阿婉，如何能为阿婉寻这样一门亲事？你知晓那黄聪是何人吗？平日里欺男霸女，和你一般大的年纪，家里已经给他安排了好几个通房，这样的人家如何能让你妹妹嫁过去？他不是这样说的。他不这般说，你如何能为他偷拿你爹爹的私印呢？他叫你拿你爹爹的私印，究竟是要做什么？我模仿爹爹的字迹写了这封信，他说我盖的印颜色过于鲜艳，要我拿爹爹的私印给他，他好将这信伪造得更真一些。黄伯山当年寻曹，贪没朝廷拨下去的救济粮，他要用你爹的私印，把这桩事儿牵扯到你爹头上。谢淼，你的破事儿我不想管，自去祠堂跪着。府医让你少操劳，打的又不是你儿子，傻颠颠的过来干什么？你今日下了朝就直接去北镇赴司，肯定没时间睡觉歇一会儿。我怕你太生气了，头疼嘛。我按着你先前用过的那香估摸着调了一下，但有一味香料我始终闻不出来。回去我叫福东点上，看看会不会有一点止疼的效果。其实谢之让早就寻了好几位调香师傅闻过配方，有一位师傅也是只有一味香料闻不出来。他按着残缺的配方配过香丸，用处并不大。只是谢之让看江蜜一脸认真，便没告诉他。江蜜小日子一结束，便去拜访姚丁香。姐姐这气色，瞧着可是好了许多。韩瓒都和我解释清楚了，姐姐和韩大人夫妻恩爱，那便是极好。谢指挥使跟着我作甚？去你家呀。不知韩某所犯何事，值得指挥使大人亲自上门。
我家娘子今日去你府上玩，我去接她。指挥使大人自乘车去我府上接人便是，韩某家中清贫，一直都是走路归家，不敢耽误了谢指挥使。无妨，正好同韩师讲溜达溜达。哎，韩师讲稍等，我买点东西。这簪子不错，韩师讲不给自家娘子挑一只？不用了。韩师讲可真不会疼娘子，看来韩夫人来找我家娘子哭诉不是没道理的。可惜了韩夫人一片真心呐。谢大人，我同内子之事不劳您操心，您还是将手底下那些为非作歹之人约束约束吧。越盈则亏，您呐还是收敛些吧。夫君，你又贪凉，一会儿就热了。起风了，凉。韩师讲，起南风了，记得收衣裳啊，不然一下雨，这干干净净的衣裳可就要脏了。谢指挥使慢走。夫君，你方才说的南风、下雨、衣裳都是什么意思呀？知道那黄柏山背后仰仗的是谁吗？曾方海。夫君怎么想起送我发簪啦？乖乖今日用的口脂是梅花味的，我和韩师讲溜达的时候，正巧看见这只梅花簪，顺手便买了。夫君真好，傻样。那年渔户落花上，惊醒酒与官司梦，吹白留下初相逢，望至白头翁。阿赞，起风了，你帮我关下窗。明明起的是北风，谢之让却说是南风，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谢之让这狗贼竟敢摆他一道！你和那位世子夫人可远着些吧，他家夫君的心眼多得很，借着他夫人的名头，故意跟我在外头溜了这么一圈，现下只怕曾大人以为我和那狗贼有什么交情了。那曾大人有什么好？有给自己学生塞小妾的老师吗？其实他也不喜欢曾方海的做派，可他到底是自己在翰林院的授业恩师，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撇开的？阿姐不生气了好不好？阿姐。自别后遥遥一无期，南窗暴雨，算是第几夕？掌灯向天际。那头曾方海找上韩赞，这头太子妃也寻上了江密，让里面的人放机灵点。是大人。瞧你神色郁结，谢家人给你脸色看了？倒也没有。你可知清溪郡主？臣妇知道，她是婆母的闺中密友。你夫君这些日子正在查一桩案子，和清溪郡主的夫婿礼部侍郎曾大人有关。若你能悄悄知会你婆母，她自然不会再为难你。那要是夫君知道了，他们母子二人争吵起来，哪里能顾得上你？若你做得好，兴许还能做对解语花，让他更加满意你呢。臣妇愚蠢，不及您万分之一。若非您指点，只怕是白白着急，却没有半点头绪。可是宁安侯府的世子夫人。是，这谢三吃的也太素了些。可有不让人怀孕还不伤身的法子？避孕之物多寒凉，与女体总是有碍。不过世子若是为少夫人准备，依老夫看倒是不必。怎么回事？老夫之前替少夫人诊脉，便察觉少夫人恐有不孕之症，当时以为是少夫人身子不好，导致脉象有误，老夫便没说。今日去请平安脉，发现这脉象平稳了些，但与子嗣之事还是艰难。你同他说了没有？尚未。少夫人今日问我如何有利于受孕，我见她满心期许，
一时不忍告知，唯恐少夫人郁结于心，更不利于受孕。这事你谁都别说，把他的脉案锁好，别让人瞧见了。若是老夫人、大夫人问起孩子的事，你就说少夫人身子无碍，只是缘分未到。至于调理的汤药，接着替他调养吧，以他身子为重。哎，老夫知晓了。世子啊，您近几日的脉象有些许沉色，迟疑，其中左寸尤为明显。世子可是头疾又犯了？此事无碍。他对孩子一事暂时没什么想法，有也好，没有也罢，他不强求。但他知道江蜜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以期能在这府上彻底站稳脚跟。孩子能给予他的安全感，他暂时还给不了，或者说是江蜜没办法真的敞开心扉，全然相信他。回到君景轩，见到靠在小榻上边看书边等他的江蜜，谢之让将那些烦恼之事尽数抛到脑后。夫君，你回来啦。胃口不错，继续保持。今日太子妃找我，想让我挑拨你们母子关系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清溪郡主和母亲确实是好友，倘他心里不痛快，你打算如何呢？开弓没有回头箭。乖乖，可不能再往下了。乖乖，1月未见，甚是想念。在天边一幕晚霞，问你壶清茶，那故事回忆都作罢。夜爱人烛火落缠绵，又一年如你在身边。一声声高路长，不过只为寻一番烟火。点亮那回忆的角落，一阵风雨飘泊。出来。你现在羞什么？早先让你轻声些，你偏要叫，听都被听见了，还怕什么？还不是怪你，这哪里是他能忍住的？怪我什么？怪我让你太舒服？这厮就该做个小哑巴，多余长他一张嘴。去找下一段情话，固执出新芽。三儿啊，你不能这样对我呀！以前出买差，你都让陈信去的。江南路远，这一路山高水长，你怎么舍得让我去呀，三儿啊？既然不想去江南出外差，那就到醉江南唱戏去吧。去关关唱戏，他后边的清白还要不要了？我好不容易和石姑娘的关系亲近了些，你派我去江南溜达一圈，我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陈信，我信不过。陈信和他俩不同，他的职位是世袭的。陈信父亲乃上一任锦衣卫指挥使，若非当年陛下钦定谢之让为新任指挥使，这陈信恐怕就不只是一个指挥同知了。那你帮我照顾石姑娘一二，她那么漂亮，一个人摆摊总招人欺负。上次那个豆花西施啊，出息！谢三儿，有本事你就撇下你家小娘子，一个人去江南待上2月去，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和你怎么能一样？那石氏能不能当你娘子还两说呢。其实他心里知道石松兰出身卑微，他屈怀英再是家中不受宠的庶子，那也是出自定国公府，他想娶她难于上青天。唉，行了，我找人帮你看护她。至于你，江南的差事若是给我办砸了，也别回来了，摸脖子跳江去吧。是，一定完成任务。大人，陈同知求见。进。大人，表下办事不力，没有找到禅溪真人，还请大人责罚。差事儿办不好当然要罚，难道还要为你破例不成？无妨，禅溪真人云游四海，踪迹不定，找不到便罢了。谢大人宽恕。大理寺那边最近有桩案子，和工部有关，你过去盯紧点。是。江密最近在巡庄四方庄，这四方庄以前是培养护卫的地方，这种事一直是淮阴侯府那一家在管。后来他们背叛谢家，连带着把那些人都带走了，只地是谢家的。那银钱呢？怎的三婶每年年关都拨点银子过去？有想跟着他们走的，自然也有不肯去的。四方庄这位置淮阴侯府知道，我便另外寻了一处地方用来培养护卫。有些教习武功的老师傅年纪大了也不肯走，就放在四方庄那处养着了。怎么，你明日要去？那地方死人多得很，你可记得早点回，当心被鬼抓走。我才不怕呢，有夫君在，百鬼不侵。夫君会去接我的，对不对？哼，想得倒挺美，要我去接，自己没长腿啊。如月庭前渔火照晴川不眠，东西千万星光将虚空装填。那年今夕隔一年，战马西风迎昔年，烟花影落与君醉三千。小希尔山离京城有些距离，江密天没亮便让人套了马车出城，行至山下，江密思虑片刻，让车夫拐弯往山下的村子里去了。少夫人，小夫人家里也没钱买茶叶，这水是小希尔山上的清泉水，甜的嘞，您尝尝。我记得那山上有处庄子，不知你们平常进山打水，可有去那庄子瞧瞧？那山上啊有鬼，您可别上去了。为何说那山上有鬼？那山啊，天一暗就起雾，什么也看不清。前些年那山上有谢家的庄子压着，那鬼就不出来害人。可是这2年庄子空了，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一到晚上，那山上咿咿呀呀的就开始鬼叫。那这水啊，这山泉从那顶上流下来，半山腰靠近山脚那边蓄了个小水坑，我们都是日头最盛的时候上那儿去打水，只要不往那山上走都没事儿。他是不信这世上有鬼的。当年他爹娘去世，他听闻有什么招鬼之术，他还偷偷摸摸试过，可惜什么也没招来。因而这山上恐怕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呢。四方庄按理来说应当早已废弃，这幕后之人费这么大功夫，是想遮掩什么呢？新护卫是府上的副护卫长，是谢之让一手提拔上来的。江密出城时，一般都有新护卫负责保卫之事。你可是从四方庄出来的？不是，府上只有会长和一些老人是四方庄出来的，像属下这些都是世子从水庄调进来的。那便留个人在村子里，若天黑还不见咱们下山，回府去找世子，其余人随我上山。是，少夫人。迎安侯府世子夫人前来巡庄，开门。
给世子夫人请安。小老儿姓崔，单名一个关子，曾是这四方庄的武师傅。我身旁这位是我的妻子李氏。崔师傅，李婆婆，我先前翻看账册，瞧着三婶娘每年都会拨些钱财来，怎么诸位穿的都是些破旧衣裳？可是银钱不够。够了，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都是侯府宽厚，愿意养着我们这些老骨头。少夫人，您是金贵人，怎的上咱们这犄角旮旯来了？我今日本是来瞧瞧山下的佃农，我听山下的佃农说山上闹鬼，我好奇便想上来瞧瞧，不知崔师傅和李婆婆可见过这鬼？我们在这山上住了许久，从来没见过鬼，应当是山下的村民瞎传的。是吗？你疯了！这秘密咱们守了那么多年，若是叫少夫人知道了……哎呀，你糊涂啊！谢家与咱们有恩，我们不能做这种丧良心的事儿啊！我没想让他死，这谢家早已不是大夫人当家的时候了。这些年咱们去侯府要钱，三夫人全当我们是乞丐，随便一点银子就给打发了。咱们提过一点苗头，就被他阴阳怪气的骂了回来。谁知道这少夫人和那三夫人是不是一路人？这里不过是一点能让他头晕的药。这金尊玉贵的人不舒服了，就能赶紧下山去，等下了山他就没事儿了。说。小人老身有罪。何罪之有？老身近些年染了怪病，须得童男童女的心尖血来压制。三夫人拨给我们的银两不多，老身买不起下人，就只能去山下碰运气捡。所幸上天眷顾，还真让我捡到了几个，我便养着他们用来取血看病。此事怪诞得很，为世俗所不容。老身怕山下的人上山时发现这个秘密，就在山头那儿绑了帆布，伪造出鬼的动静。老身有罪，自知此事乃遭天谴之举，只那些孩子无辜，外子也全然不知此事，求少夫人宽恕。少夫人，虽然以前要用孩子们的血，但是很早之前我们就想通了，已经决定等死，不用他们的血了。少夫人，阿公和婆婆都是好人，我们这些都是被家里扔掉的女孩，要不是阿公和婆婆收养，我们早就没命了。那些血都是我们自愿给他们的，少夫人，您饶了他们吧。夫君，你怎么来啦？哼，来看看你被鬼抓走没？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有人在装神弄鬼？其实谢之让还真不知道。我说的是真鬼，你脚下踩的可不只是一具尸体。你也就这点出息。要不是外面人多，不能叫他没脸，他非要狠狠踩他一脚不可。崔官、李氏、苏氏一族，可知你们躲在我谢家门下？不知世子所说的苏氏与我二人有何关系？世子，孩子是无辜的。你不提醒，我还忘了呢。待会儿若是和我说假话，我就把他们的肉骗下来，心尖血都要喝，吃点肉想也不算什么。他们知道谢家三郎行事百无禁忌，他们敢和江密求饶耍心计，可他们不敢蒙骗谢之让，因为他拿住了他们的命门，他会来真的。说吧，外面那群人的命可就握在你们手上了。在他二人缓慢沉重的讲述中，昔年那些被掩埋在岁月里的往事终于浮出水面。谢家祖上一直镇守北地，那苏氏便是被谢家压着躲在山里不敢出来的外族之一。苏氏往前追溯千百年，乃宿鹿金氏部落。
几经迁徙流亡，最终只剩下崔官这一脉继续传承。崔官本名宿禄金官，为宿氏一族少主，但他自小厌恶巫毒之术，不肯学习，更不肯接过族长之任，把这些东西传下去。巧的是，年轻的李婆婆李氏也厌恶这一切，二人情投意合，约定私奔终身。可就在私奔前夜，此事被宿氏族人发现，族长震怒，下令要赐死李氏。崔官以死相逼，才得以保全李氏性命。在有心之人的谗言佞语下，二人被喂下一种巫毒，只要离开宿氏巫神的庇佑，他们就会开始畏惧日月之光，皮肤日渐腐败溃烂，直至化为一滩血水。族长本想以此逼迫崔官低头，却不想二人生生扛下这巫毒之痛，逃离那片恶土。崔官不忍李氏受苦，便将李氏身上的毒大半逼到自己身上，童男童女的心间血可以帮助压制病情。他们豢养了好几名药童，因为银钱不够，每次只养2个，夭折了便再养2个。为了活着，他们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随着年岁越大，他二人越容易想起年轻时候的事，为了一己私欲，杀害那么多无辜孩童，他们和那些卑鄙肮脏之人有何区别？于是他们做出一个决定，等死。那天日头特别好，日光照耀着我们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忽然我好像听见有小孩在哭。杀人杀了一辈子，临了了，对一个丫头片子心软起来，我们就把她抱回四方庄。结果捡了一个就有2个，孩子居然越捡越多。为了不让他们饿死，我俩只好活着，每次都只取一点点，生怕哪个娃娃因此事而去世。世子，您体内有一种宿世的巫毒，您的身上有一股药香，想来是今日刚熏香解毒。您体内的巫毒平日会让您极为嗜睡，发作时又使您头疼欲裂，心中好似要克制不住的要杀人。只要您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告诉您解毒之法，如何？当年他凭一腔孤勇闯入赵狱，砍下一颗人头做投名状。皇帝召见他，允他锦衣卫指挥使之位，并保全宁安侯府上下性命，但条件却是他要服下一种秘药，此后每个月皇帝会给他一定量能压制头痛的香丸，以此将他这柄刀牢牢把握在手里。这2年他也暗自派人去寻找香丸配方，最终却都无功而返。他甚至想过就这样被皇帝掌住命门，替他卖命一辈子算了。可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在这四方庄内被人一眼看透了秘密。是又如何？我不知道便罢，知道了，你觉得你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吗？即使你宿世的巫毒带人烧了你宿世的山，总有人会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我同崔官拼了命要逃出来，您觉得我们还会在意那些人的死活？您所中之毒乃禁术，族中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而且世子的毒再过几年只怕是要病入脊髓，届时您就会彻底丧失理智，和野兽无异。你不在意宿世，外面那些小崽子呢？倘若他们今日真死在这里，那也是他们的命数。只我要奉劝世子一句，切勿乱造杀孽，否则您和您身边的人都会遭报应。江密知道二人是在比狠，而谢之让正好被架在了火上，不杀他就会被李氏牵着走，杀了二人之间便有一条人命隔着。李氏若假意答应他们，背地却有心加害，他们防不胜防。夫君，孩子总是无辜的，不若听听李婆婆的条件如何？你不妨和我说说是什么条件呢？少夫人，只要侯府肯把这些孩子养大，教会他们讨生计的法子，待他们及笄就放出府去，我便将解毒之法告诉你们。
如此简单？此事最简单，可我和崔官走后，全凭侯府良心，还请少夫人成全。可以，我答应你。世子方才对他们喊打喊杀，我不放心，少夫人要同我用苏氏一族的禁术起誓。你别得寸进尺。您可愿意？我若是守信，这誓言便对我毫无妨碍，是吗？是。那我愿意。江蜜，你想都别想。夫君，没关系的，只要我不违背誓言就没事的。少夫人说愿意，便是和我结成誓言，事成，少夫人手上便有一道花纹显现，以此来提醒少夫人莫忘誓言。找死！事已成，我就是死了也无遗憾了。您的解药，我让崔官写下方子给您，望您善待，善待孩子们。其实他并不信李氏说的那套誓言之词，更不信他说的什么神明。郭凌云当年什么山盟海誓没许过他，也没见他撞邪遭殃。若真有神明庇护监督，他泱泱大族绵延发展至今的神，还比不过苏氏这快断了传承的神明吗？再说了，这苏氏神明不好好庇护宿禄金氏繁荣昌盛，竟会听一个出逃之人的话监视他一辈子？哪有那么傻的神啊？他江蜜是胆小怕死，可从来不惧这种虚妄之物。至于这手上的花纹，估计就是李氏趁他不注意用些什么手段弄上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李氏说的是真的，可他并不打算为难那些孩子。苏氏神明有什么由头能责罚他呢？少夫人身体无碍，当真无碍？千真万确。少夫人除了有些体弱，身体并无大碍，既没有中毒，也没被下药，世子放心吧。你别生气呀，夫君，今日知道了你解药的方子是好事情呀，怎么还生气了呢？那些人杀了就杀了，用得着你出头替他们求情？我哪里是为他们呀？他们虽然可怜，可你是我夫君呀，我自然与你更亲近。我拦着你不杀他们，都是为了夫君你呀。夫君头痛时那么难受，我瞧着便心疼。若你杀了那孩子，李氏和你拼命怎么办？他打死也不说解药了怎么办？他死就死了，你死了，难道要我做小寡妇吗？寡妇多可怜呀，你都不心疼我，还骂我，我太伤心了。若他真死了，江蜜想他的日子会很难吧。如果李氏说的是真的，你怎么办？那就守信嘛，总不好叫那什么宿世神明真的有机会罚我吧。他从小便不像兄长那般受人疼爱，哪怕做到锦衣卫指挥使，哪怕护住了这一府性命，父亲对他还是不满意。在很偶尔的某个瞬间，他会期盼着父亲能对他满意一点，但是下一瞬他又会自嘲，而后将这个念头甩开。可是这个小娇娇不一样，若江蜜学他一样和家里人各种对着干，万一他和郭凌云一样是个不能托付的，他该怎么办呢？他那么胆小，那么怕死，可是为了他竟能做到如此地步。除了我，谁都不能让你去死。他不信神鬼之说，但倘若这世间真的有神要从他身边抢走江蜜，他不介意是神。烟花落尽呀，映上一壶茶，梦里寻红妆，一袖月纱。
余生心上生生入耳，谁去隐藏花？数着一遍一遍一遍转化落，人语一滴一滴滴来倾诉，过尽万家的横祸，飞也摇摇晃晃最漂泊。阿米，乖乖宝可以是这世间的千千万万，但阿密只有一个，这是他的阿密。梦里心红妆，一生月上。走了，阿密。夫君，你喊我什么？鸟贝啊！你再喊一声嘛。他叫他阿密，他居然叫他阿密。他以前要么不喊他，要么就叫他乖乖宝。可这是闺房之乐，当不得真的。他现在愿意这般亲近地喊他，是不是他心里也对他有感情了？漫长的交织悲歌今生堂，流转千年的时光，牡丹不语过色天香，尚未自翰林院。哎呦，萧公公缘何在此？啊，七皇子差小的来找本书，小人笨手笨脚的。我爱你，快去吧。哎，小人告退。光熙元年开漕运，于是南梁运北至。漕运南梁起南风。他是读书人，最看重的便是这一身风骨和名声。谢之让告诉他收衣裳，不要让雨把衣裳弄脏，就是提醒他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既忧心和曾方海的关系，也怀疑谢之让的真实目的。谢大人，那日您是何意？还是讲3元及第，书读少了，听不懂人话。我想问谢大人，何故提醒我？你是想问我有什么企图吧？没钱没权没色，我能图你什么？看在令正与内子交好的份上，给你句忠告罢了。早知如此烦，就不该说与你知道。想不到谢大人也有这样心肠柔软的一面，他却误会了谢大人。谢大人待妻子如珠如宝，便如他疼爱他阿姐一般。善待妻子之人，定然不会如外人所说那般是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其实这事谢之让还真没什么算计。他查曾方海是因为皇帝让他查漕运，正好查到曾方海头上了。至于证据交上去之后，陛下是要砍他还是护他，谢之让完全不在意。他懒得去和曾派的人撕扯。这件事上，最多是他故意跟着韩赞大摇大摆在街上走，给曾方海找点不痛快罢了。查漕运一事，曾派的人给他找了不少麻烦，他得恶心回去才是。曾方海怎样，谢之让不知道，但韩赞拦着他不让他回来睡觉，他确实是心里烦躁。怎么啦？又不舒服啦？陛下留我说事儿，本就犯困，结果还遇到个蠢货拦路。那我替你揉一揉，没关系。魏明已经带人去宿室找换心草了，等找到换心草就能解毒了，到时候就不会头疼犯困了。那日李氏让崔官写下解药，其中最重要的一味药材便是换心草。这秘药连李氏都不知道是从何而来，只知道宿氏一族还保存着几株。拿到药方后，魏明便亲自带人前往北地宿氏一族栖息的大山寻药。只要换心草一拿到手，谢之让便能解毒。他闻着江蜜身上的馨香，眉头渐松，沉沉睡了过去。袅袅，舟儿轻轻摇，春溪蒲草在心头挠啊挠。过2日要去护国寺上香，往年都是几个丫头陪我去的，今年你也一起吧。从前也不叫陈氏去，现在叫你干什么？祖母都开口和我说了，那就去嘛，反正也是为家人祈福，到时候我就求菩萨保佑你身体健康，在外办案子也平平安安。再去求一求送子娘娘。想要孩子，求什么送子娘娘？
你求求我呀。像斜夜的远方，染白了霜，在晨雾中阳光，雾中安静。那雀跃的时光都已经泛黄，迷失在路途上，忘了我的方向。原谅我曾年少轻狂，不知思念模样。许多年后才懂欣赏相聚相守的风光。就算命运本没擅长观赏，你依然是一束光。我迎着光，希望就在前方，就像从未绽放。翌日一早，江密送走谢之让，便和老夫人出发去护国寺。随行的还有三房的五姑娘谢文珠和八姑娘谢文山。谢老夫人。了空大师，老衲已在厢房为诸位备好素斋，各位随靖远先去厢房休息一二吧。诸位请随我来。祖母，这是给让哥准备的。我谢家马背出身，为天子守国门。谢家每一位家主刀下亡魂无数，可到底是为国而战，为天下黎民而战，身正便百鬼不侵。但让哥不同，让哥做锦衣卫指挥使，多是为陛下处理阴司之事。他杀过的人不比他父亲在战场上杀的人少。我抄写这些经文，便是想为他减轻杀孽，消除业障。但是如今呢，我年纪大了，往后陪着让哥长长久久的人是你，我便将此事托付给你。元娘啊，当年他去做这臭名昭著的锦衣卫指挥使，是为了保住何府性命。这一大家子都是性子硬、拉不下脸的人，就是没办法坐下来好好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性子软，心里的主意却正，让哥也愿意听你的话。往后你要多劝着他些，和他平平安安的把日子过好。还有这些是为你六妹妹准备的，在你六妹妹夭折一事上，我是有愧疚的。这些经文呢，便是想为她祈福，好盼着她来生投胎投个好人家。我在护国寺为小六点了长明灯，你替我去将这些经文呢烧给她吧。回去莫要让你婆母知道了。祖母，你的苦心我都明白的，我会和夫君好好的。还有六妹妹，我等会儿便去陪她说说话，将那些经文烧给她。有祖母您的祝福与祈愿，六妹妹肯定能投到一个好胎，过一辈子安安稳稳享福的好日子。老夫人平日里瞧着冷心冷情，谁都不在意，谁都不愿意搭理，可心底却藏有这样一片柔肠。从厢房出来，江密心情有些沉重。李嬷嬷领着她慢慢走，一边还同她说着当年之事。
原来当年在宁安侯和侯夫人成亲之前，宁安侯有一位小青梅，这青梅是老夫人的娘家侄女，二人情投意合，宁安侯甚至同老夫人说要求娶这位青梅，可老夫人不同意。他想为宁安侯另找一位高门大户的女儿做妻子，好让谢家多一股助力，更上一层楼。老夫人和老太爷挑中的正是北平王府的程玉姑娘，宁安侯不肯，甚至跪下求父母开恩。可无论他如何，老夫人和老太爷都不同意。老夫人甚至直接将青梅送回娘家。在父母种种逼迫下，宁安侯服软娶了侯夫人。木已成舟，宁安侯选择放下青梅，同侯夫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在侯夫人怀小六那一年，青梅突然找上门来，她遇人不淑，父母又亡故，来求向来疼爱她的老夫人给她做主。老夫人见她可怜，便想帮她促成和离一事，却不想那青莲缠上了宁安侯，自此家宅不宁。嬷嬷，我想一个人走走，您先回去吧。那老奴先回去伺候老夫人了，少夫人慢走。我的青青，哭得我心都化了。你一点都不心疼我，我都和你这样了，你怎么还不上门提亲？我快要怕死了，万一我怀孕了怎么办？谢文珠怀孕？难道她……我的傻青青，只是亲亲抱抱，怎么会怀孕？你的第一次当然得在我们的新婚夜了，我怎么能让你受委屈呢？殿下，殿下，谁在那儿？他不怕太子和谢文珠知道是他撞见他二人偷情，他只怕孤身一人被太子抓住，他会对自己下狠手。外界男人尚未走，您再稍坐片刻吧。多谢公子，等回去该准备一份谢礼的。不知公子姓甚名谁，家住何处？相见即是缘，夫人不必挂怀，告辞。一路到四周，草色清遮不住那白容影踪。夫君，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让人打了？我撞上五妹妹同太子殿下偷情呢。你一个人出去的？本来是李嬷嬷带我出去说小六的事，我便没带丫鬟。听完之后，我想一个人走走，偏偏又撞上这事儿，脚好痛。怎么伤成这样？鞋子踩在地上有声，他还一直追我，我想甩开他，便把鞋子脱了。乖乖，给你擦药好不好？嗯。雨轻轻跳上青石小桥，还怕不怕？不怕了。那陪我睡会儿好不好？嗯。转过回廊，平摊清香，雨中的小巷，慢慢的酒香。风轻轻落在小河岸旁，柳枝也跟着轻轻摇，离了龙堂，锣鼓喧嚣。太子看来是太闲了，还有心思来这里偷香窃玉，是该给他找点事儿做了。从水庄挑几个手脚好、懂规矩的女人过来，还有善堂那边挑几个机灵的小丫头过来，岁数别太大的。是世子。怎么样？
要不要回去让溥仪瞧瞧？不用了，睡一觉好多了。你瞧，这些经文都是祖母为你写的呢。他将老夫人的话转述给谢之让。都是无用功罢了，杀个人写几卷经就能消除业障了，怎么不干脆在刀上刻满佛经呢？杀人了还能说是我帮佛祖超度众生呢？不信便不信，怎么能对佛祖不敬呢？这种话你不许再说。呀，这么凶啊？就是这么凶。昨一样的山壁，有人问东风地，他误了春色里，就请就别再提。好了，哭什么？你凶我，我就差把身子给您了，你居然……殿下，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若是不爱我了，咱们就此了断吧，再不要来找我了。都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没事的，他说不定不知道你我的身份，便是知道，他今日慌不择路的跑了，也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软香温玉在怀，太子很难把持。等到月上中天，他才送谢文珠回他自己厢房。这是寺庙，有佛祖瞧着呢，你不许这样。佛祖若真能看见，他怎么能让我这种人进寺庙？还不一道雷劈了我？总之就是不许。好，不许就不许，乖乖，我要走了，你来送我，还不亲亲我？谢之让的妻子，当时只觉他颜色寡淡，却不想今日一见，那人恍若月下女妖。但见美人娇艳颜媚，殷殷然如梨花带雨，楚楚兮若芍药笼烟，怎一个美字了得！太子不由喉头发紧，那点没被谢文珠满足的欲望，此刻熊熊燃烧。若他也能尝尝这江南女子的味道。我们姑娘是府上正经主子，从前三夫人当家时，你们上赶着巴结都赶不上趟，如今倒敢拦起路来了。让开！芝兰冒千载，琴瑟乐百年。这文珠是五妹妹，那这……你来做什么？我来劝劝五妹妹，女子当洁身自好，莫要做傻事。那天是你？哪天啊？妹妹在说什么？这红绸挂到那姻缘树上，没准哪天就有人瞧见了。届时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五妹妹同有妇之夫纠缠不清，谢家男儿不纳妾，谢家女儿不做妾。哼，你以为这谢家规矩能管住所有人？与其担心我，不如担心你自己吧。我可是亲眼瞧见三哥在外和一个卖豆花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你以为这祖宗规矩能拦得住他？你三哥的事情如何也轮不到你管，可你的事情我却是管得的。祖母心绪不佳，我便没与她说此事。今日妹妹就一直在厢房待着吧，等到要下山了，我再叫丫鬟来请妹妹出门。你敢软禁我？不好了，少夫人，老夫人晕倒了。祖母晕倒了，我没心思与你胡闹。你若还敢做那些败坏家中名声的事情，也别怪我不客气。姑母，这是大表哥的儿子，也是您的亲孙儿，您不能不认呐。若非是我们遇上难处，实在没法子了，是绝技不会来打扰您和大表哥的。姑母。宁安侯的儿子，他应当是同自己一般年纪大小，身上虽穿着绸缎衣裳，可已经很旧了，袖口还有点短，露出两截白皙的手腕。他的眉宇确实同宁安侯有些相像，难道
真是宁安侯的私生子。祖母，您身子可还好？好端端的怎就晕倒了？元娘，家丑不可外扬。哎，孙媳妇知道，您放心吧。敢问这位夫人与公子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缘何来护国寺惊扰我家老太君？我是老夫人的侄女，这位是我和大表哥的儿子，单名一个恒字。啊，原来是表姑母和表弟呀！我同世子成婚时都未曾见过二位，实在是没认出二位来。表姑母也是，您既知道我是您侄媳妇儿，何该早早提醒我？说起这位表姑奶奶，她乃是老夫人嫡亲大哥的女儿，名唤柳木青，她生的儿子名叫柳恒。若你不嫌弃，我便跟着姑母唤你一声元娘可好？表姑母肯同我亲近，我自然是不嫌弃的。今日匆忙，表嫂都未与表弟准备见面礼，待回府我该给你备上的。元娘，恒儿怎么会是你表弟呢？他可是让哥的亲弟弟呀。是吗？可我在谢家族谱上不曾见过恒表弟的名字呀。表姑母说这是世子的亲弟弟，可公爹却从未提起。此事事关谢家血脉，何该开祠堂请族老？将这身份辨明清楚了才是，混淆血脉可是大罪过。表姑母，您说是也不是？19年没见，怎就突然上门寻爹来了？他可不信真是认祖归宗来了。我瞧着天色也不早了，是该下山去了。表姑母，我同祖母坐一起，将我那辆马车让给您和恒表弟，如此便一同走吧。侯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眼前一黑，几乎要晕过去。她怀小六的时候，吐得昏天黑地，每日躺在床上都下不了地。她坐月子的时候，心灰意冷，胸痛腹痛，浑身都痛。可她居然跑去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整出一个私生子，眼角的泪一串串流下，胸口疼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分明已经不在意了，分明已经死心了，为何这里还是好痛？宁安侯知道这个消息，却是愣了一下，怎么可能呢？他忽然想到侯夫人，想到他该如何伤心欲绝，心口蓦地一滞。可是起身的瞬间，他忽然想到19年前侯夫人那个冷漠且充满恨意的眼神，他的程昱早就已经不要他了。小六死的时候，他们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侯爷，世子和世子夫人，请您去祠堂。他不是我儿子。那日在书房，你怎么能不认他？书房？你胡说什么？我没有。我一心敬仰表哥，才愿意和表哥。事后我也不求名分，只是不想会有个孩子。我没名没分便罢，可是孩子是无辜的，你忍心看你的血脉流落在外，受人作践吗？你若不信，那便滴血认亲吧。2滴血在水中漫开，而后渐渐相融了。父亲，难道真的？不，绝不可能。他若真做出这种事，不会一点都不记得。谢章，这么多年，我竟从来没有看透过你。青儿，你和恒哥先退下吧。老大，此事你待如何？宁安侯难得有些茫然，他一时想着是否自己真的酒后失德轻薄了表妹，一时又想他完全不记得，定然是没做过此事。为今之计只有2个法子，一是把恒哥儿养在乡下，至多分他一些产业，对外全然不提他同谢家的关系；另一个就是把恒哥儿记在大嫂名下，只说和小六是龙凤胎，却因他身子弱养在寺庙里。这事儿怕是要委屈大嫂了。我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可只有我们3兄妹，柳恒若想记到我母亲名下，那就只能把他塞回包公，重新生一遍了。最好啊，那包公上还刻有我母亲的姓名。三叔这般闲，这事儿不若交给你去吧。这个孩子我绝不认。北平王府虽然不如从前了，
可也由不得你们这般欺侮。宁安侯所作所为固然让他心痛，可他此刻是个母亲，他要捍卫属于他儿子的一切。倘若柳恒被认回来，让哥继承宗挑与爵位，这些柳恒轻易拿不走。可这通家产业须得分他一半，他绝不允许有人损害他儿子的利益。若是不打算认回柳恒，那要将他养在何处？他到底是谢家血脉，哪怕是个私生子，也该分他一份家业才是。表妹和离后，一个人将孩子抚养长大，我谢家也不能把事做绝了。三叔这般怜香惜玉，慈父心肠，不若准备准备，让柳恒过来朝你俩磕头叫爹娘吧。你待如何？杀了便是。那是你亲弟弟。三叔不说，我还以为是我堂弟呢。谢子夜，你休要胡说八道，你们大房的事儿我不管了。我家老爷最是克己复礼，是大嫂自己管不住大伯，让哥可别把什么脏水都泼到我家老爷头上。倘若他知道三老爷背着他在外偷欢多年，他还会如现在这般耀武扬威吗？便是宁安侯当真做出这等不耻之事，同为女人，他何苦落井下石？姑母，青儿求您了，您就给恒哥一条生路吧。这件事我本来是想烂在肚子里的，可是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谁都能上来踩一脚。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您的，姑母。姑母，表哥，请祖老吧，咱们去请祖老来商量，到底要不要让恒哥认祖归宗。如果祖老都说不许，那我就带着恒哥回去，再也不踏入京城一步。他最爱长子，在他身上倾注了最多心血，他的张儿也是最像她丈夫的那一个，而柳恒那张脸甚至比张儿更像老太爷。让哥，你觉得呢？呵呵，那便试试好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呀？你不知道，还拉着母亲不许她说话。那我是瞧出你另有打算才拉着他的吗？你真要让那柳恒改姓叫谢恒啊？不然呢？那我得提早瞧瞧，把什么家业分给他合适。你蠢不蠢？谁把自己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分给别人呢？你和我说说，你想借这事儿做点什么呢？三房那个前2天出了趟城，探子说是去见一个女人，骗巧没过几日，柳氏就出现在护国寺，而方才他话里话外又偏帮柳氏，他们没点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才是稀奇。至于柳恒，多半也是三房的种，即便不是，我也能让他是。可是今日滴血认亲，那该怎么说？其实只要在水里加入明矾，任何人的血都能相融。那就是说，柳恒极有可能就不是爹的私生子？爹怎么不说呢？害得娘这般伤心。他那个老糊涂，自己睡没睡过女人都不知道，能指望他什么？也就每天对着我吆三喝四的。那还不是你惯的。哎呀，你讨厌死了。哟，我又讨厌了？你就是讨厌。这小娇娇一直悠悠弦断邂逅的不见，爱的桥段叫我怎么写？梨花飘落在你窗前，画中一人在闺中院，谁伴思念轻描淡写，只想留从时间为你穿越。我听不白墙青蛙的呜咽，
等你撑伞走过我身边，古镇上谁家的炊烟，在为我们酝酿当年的月圆。此事虽与谢家脸面有失，但到底不好令我谢家血脉流落在外，不知诸位是何看法？我谢家血脉自当认祖归宗才是。是啊，让三叔把人纳了吧。这恒哥乃是侯爷的儿子，怎能认叔父做父亲呢？此等有悖人伦之事，如何能行？这怎么能说是有悖人伦？这叫认祖归宗，你说是不是啊，三叔？他怎么可能知道？不会的，这狼崽子肯定是诈自己呢。他那时候才多小啊，不会知道的。然哥，你怎么又将此事牵扯到我头上来了？当年你父亲无论如何都要娶柳氏，若非父亲母亲强压着他娶了你娘，你怕是还得叫柳氏一声母亲呢。你休要坏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声。况且先前滴血认亲你也看到了，恒哥的血与你父亲的相融，如何能假？让哥，你不要看我们三房好欺负，便想把屎盆子扣到我们头上来。这是何意？你们快看，融了，竟然融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只要在水中加入明矾，任何人的血都能融在一起。3日前滴血认亲，也不能说明柳恒一定是我父亲的儿子。是了，他就说自己是没做过那对不起程昱的事儿的。那恒哥和你父亲那般像，又是为何？都说柳恒和我父亲长得像，我瞧着他倒是和三叔也很像呢。不可能，那小贱人怎么可能与我们家老爷有染？是你要栽赃他。奴婢以前是在万书房负责端茶送水的。19年前，柳家表姑奶奶去万书房寻侯爷，可是那天侯爷出门去和同僚喝酒了，表姑奶奶便在书房等侯爷回来。可是侯爷没回来，三老爷来了，他在外书房和表姑奶奶。奴婢当时害怕极了，就一个人躲在茶室。后来侯爷回来了，可是三老爷还没出去，便和表姑奶奶躲到茶室来，便瞧见了奴婢。侯爷当时酒喝得太多，迷迷糊糊坐了一会儿，便睡了过去。在茶室，三老爷不仅同表姑奶奶做了那种事儿，还强迫了奴婢，事后又把奴婢发卖出去。奴婢可以作证，那日侯爷在书房真的只是睡觉，同表姑奶奶什么也没做。小夫人是当年替柳夫人伺候月子的，当时我跟着柳夫人住在一处小宅子里，确实见过这位三老爷几面，还听三老爷抱着柳公子喊儿子。柳恒确实是我谢家血脉，可不该记到我母亲名下，应该记到三婶娘名下才是。我不答应。他不敢想象他的小儿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在大哥的书房和表妹苟且。你为何要这么做呀？我给你生了5个孩子，这么多年妥妥帖帖的待你，自然没有对不起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旁的男子都可以娶3妻4妾，约和我不行，我不将他放在家里来，亦是给你面子了，你还想如何？吵什么？既然今日各位祖老在，有些事情那便一道说个明白。方才祖母问三叔缘何如此，自然是他打算让柳恒到我大房来分一部分家产，他宁肯往自己的头上戴青金，也要来分这份家产，想来是缺钱缺得紧吧。三房的私产都叫这蠢货拿去疏通关系去了，其中最多的去向便是东宫。不参与夺嫡是谢家祖训，淮阴侯违背祖训被除族，你是想去陪他们吗？
其实原先三房是没那么缺钱的，只是先前三夫人放印子钱被查，三房少了一笔收入来源。加上后来谢之让故意让三房知道是淮阴侯府和东宫让人牵头查的这件事儿，三房和他们闹了一场，两方狗咬狗，只咬了一嘴毛才歇停下来。为此三房元气大伤，三老爷这才顶着被发现的风险和柳木青密谋了此事。三弟，你不该和东宫搅和到一块儿去的。淮阴侯府已成太子岳家，你拿什么出头？他拿什么出头？自然是拿谢文珠那蠢东西出头。这是前几日在护国寺我从五妹妹手中得来的。那日我瞧见五妹妹同太子殿下在护国寺后山私会，二人言语轻佻，举止亲密，不像是第一次偷偷见面。我怕这种事叫外人知道会丢尽谢家脸面，便命丫鬟看着五妹妹，果然守到她要去姻缘树挂红绸。那日我本是想好好劝劝五妹妹的，可双宁过来说祖母被人气晕了，情急之下只能先抢过来了。老夫人强撑着身子，命心腹李嬷嬷去给谢文珠验身。待他回来禀告说五姑娘还是完璧之身，提着一口气的老夫人这才精神了些。家中女儿做出这等不检点之事，何该狠狠处罚，打断腿，进猪笼吧？不行，她只是年纪小，一时做错了事儿，怎么能叫她没命呢？母亲，珠儿这次真的是一时糊涂，您就饶了她这次吧。她可是您亲孙女儿啊，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呀，您不能让她去死啊，母亲。不想死，那就家法伺候，然后送去尼姑庵清修一辈子吧。至于你谢伟，数罪并罚，杖200，这200棍想怎么打，宽容些，让你自己选好了，是一天打50，还是一次性打完，端看你自己。对了，这告假文书可得好好写，若不然就只能我代劳写一封请辞的折子帮你递上去了。世子说了，恒公子留在府上安心做少爷，你生母便去尼姑庵替你祈福，只要你不闹腾，就有你母亲一口饭吃。可你若是不听话，那便去黄泉见他吧。至此，一桩闹剧终于落下帷幕。偏偏这碎银凄凉，能借着世人慌张。有事？子夜，此事多谢。你说什么？这天下谁人君？这天下谁人后？谁人犹如我，荒野里般残狗。谢之让看三房不爽许久了，此次终于收拾了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他的心情畅快不少。可是看到坐在那边一下午都没搭理他的姜木，他又有些不愉。过来。夫君，我忙着呢，近来秋收，底下的庄户、佃农、封地都要交东西上来，我得把这些事儿处理好呢。阿蜜，你干什么呀？过来。阿蜜，乖乖，闭眼做什么？这狗男人就会捉弄他。你乖乖，方才是在等这个吗？不许你亲。你讨厌死了。你在天边一幕晚霞，问你壶清茶，把故事回忆都作罢。你亲也亲了，该放我走了吧？不急，等会儿带你看几个人。你身边能用的人还是太少，我让人从水庄和善堂挑了几个得用的过来。年纪大些的那几个会武，可以带在身边保护你；年纪小的那几个是善堂那边自愿过来的，没教过。你挑挑，你有几个合眼缘的在身边用着。
江蜜一直想提拔一些人在身边做事，可宁安侯府的这些丫鬟都是在府里伺候多年的老人了，背后关系错综复杂，她不敢轻易留用，而且府上丫鬟都有定数，不好轻易逾制。江蜜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由头再去采买奴仆。现下谢之让帮他找来这些人，可算是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您夫君你真好，瞌睡了便给我送枕头，当真是我的灵雨及时雨。夫君，你简直就是这世间最好最好的人，我肯定是上辈子做了大善事，这辈子才那么好运做你的妻子呢。哼，这话又是好夫君了。夫君只要不故意欺负我，就一直是阿蜜的好夫君。我听你哄我。一声声高楼长不过，只为寻一方烟火，点亮那回忆的角落。他端坐上手，仔细查看底下之人，翻阅他们的文书，而后挑出几人来。年纪大的挑了4位，分别赐名为绛真、细心、玉金、素心；年纪小的挑了2位，分别赐名为苏和、佩兰。2名小的由福东带在身边调教，4名大的则是先在身边伺候。等1个月后，有1位升做大丫鬟，3位升做2等丫鬟。少夫人，这是世子命属下给您的。店里面是这几人还有外院书房伺候之人的卖身契。他刚嫁进来时，谢之让就把军景轩交给他打理，一应账册、文书、身契都交由他保管，但外书房是不让他管的，他也懂分寸的，不去插手。如今谢之让交出这部分人的身契，就代表他在这个家里再没什么能够瞒他。侯夫人这几日总是神思恍惚，坐着坐着便开始发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府医说侯夫人郁结于心，无药可医，只能寄希望于有人能开导她，让她放下心结。心结？娘，您和我说说您怀六妹妹时候的事儿吧，怀孕难受吗？我怀她的时候总是吐，而且怀香不好，为了安胎，我几乎日日都躺在床上。我和侯爷尚未决裂，他日日都来哄我劝我。初时我是高兴的，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就怪怪的，总觉得他来哄我只是为了孩子。后来刘木青来了，总是来我面前若有似无地炫耀曾经侯爷对他有多好。我开始怀疑他和刘木青的关系，他是不是在欺骗我？我忍不住朝他发脾气，我整晚的睡不着觉，头发是一把把的掉，身上全是浮肿，浑身上下哪里都疼。我开始埋怨侯爷，甚至埋怨小六。再后来，小六终于出生了，可他每天哭，我被他吵得心烦，就让奶娘把他抱走，抱得远远的。我不是一个好母亲。这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对着旁人敞开心扉，吐露心声。他一时害怕江蜜会觉得他不是个好母亲，一时又因为终于说出压在心头多年的愁苦而感到轻松畅快。娘，不是的，谁说您不是一个好母亲？您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将小六带到这个人世间，您只是太难受了，并不是故意的。子夜和我说，做人该要对自己好一点。您是贤妻，是良母，可您也是您自己呀。冤娘，冤娘。从前只说要怀孕生子，可她从来不知道怀孕竟然有那么多难受的地方。她忽然就对这件事情生出几分恐慌。都说女子生子犹如半只脚踏入鬼门关，万一她不小心将2只脚都踏进去了，该怎么办呢？冤娘，你母亲她怎么了？
二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或许就是小六。侯夫人愧疚自己没有在小六生前好好待她，甚至将小六的死归于自己身上。她怀小六的时候便一直哭，她是不是又哭晕过去了？爹，娘没事，她睡着了。您说她怀六妹妹时便一直哭，不若您去问问娘，她为何哭吧。少夫人，有位姑娘来找世子。姑娘？想起来，谢文珠在护国寺说谢之让最近和一个卖豆花的姑娘勾勾搭搭不清不楚的，之前接二连三的事儿都让他忙忘了。这不会就是那位卖豆花的姑娘吧？民女石松来，见过世子夫人。你来寻世子，可是有什么事儿？我是借银子来的，其他别无所图。我娘亲病重，急需要100两银子救命。是屈大人临走前和我说有什么难事儿，便来寻谢世子帮忙。我知道这样突然上门来找世子既失礼，可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石松来愿意当牛做马，结草衔环，报答夫人的恩情。石姑娘，既然是屈大人叫你来寻世子的，想来你是屈大人心中极为重要的人。你别担心，我已经让人去账房支取银子，还遣府上的大夫随你一同前去瞧瞧令堂，擦擦泪吧。回去莫要让令堂担心你，出了府坐谢家的马车回去吧，能快些。多谢世子夫人，夫人今日雪中送炭，松兰铭记于心，来日定报答夫人恩情。只盼这位石姑娘的母亲能够平安吧，否则便要如她一般，余生再无来处，只剩归途了。自从那日他见过江蜜娇艳欲滴的芙蓉面，便一直对江南女子感兴趣。下面人送上来的江南女滋味是好，可他心底却总有那么几分不得劲儿。直到他撞见一位小宫女，一双眼睛同江蜜十分相似。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这位石姑娘是屈大人心上人吗？可能吧。屈大人出外差前将人托付给你了，你怎么不多问问呀？我哪知道哪个真哪个假？水凉了，添水。你就会使唤我，水壶好重的。洗脚没？还没呢。加个我伺候你洗脚，可行？屈大人虽是你下属，却能将心上人放心托付于你。他同你关系很好吗？淮英乃定国公府庶子，自小也是个爱玩的性子。我同他曾在一个书院念书，有次逃学碰巧遇上，一来二去，关系便熟络起来。后来我做了锦衣卫指挥使，每日奔波，便见不得他过悠哉悠哉的快活日子，于是让他来给我打下手。夫君有这样一位少年朋友真好。哼，你善于我，少年夫妻不好？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咱俩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且早着呢。那你且等着吧。夫人，抬脚吧，小的伺候您擦脚。你怎么那么贫嘴呀，谢子夜？夫人，您怎么又将小的认成世子了？世子在外戍守边疆多年，夫人思君心切，见小的与世子有几分相像，这才赏我几分宠敬。可您总将我认作世子，我这心里也委屈啊。难道小的伺候您这么久，都不能入您心怀吗？这怎么那么耳熟呢？
这不是前些日子谢之让带他看的那画本子里的词儿吗？他竟是和他演起来了。替身就该守好替身的本分，本夫人肯让你贴身伺候，已是莫大的恩赐，你竟还想取代世子不成？世子岂是你这等人可攀比的？原来我在夫人心中竟只是个替身。夫人，与你日夜宴好的人可是我，将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人也是我。夫人既忘不了世子，那我便杀了他，让夫人日后心里只有我。不是，那画本子里也没这么一段啊。接下来不该是他这个夫人一脚踹了这洗脚奴吗？他怎么擅自改词儿啊？乖乖，愣着做甚？歇着眼呢。得，今晚又要奋战到午夜了。看满欢送烟，远水追远山。看烟拂岸边，墨花卷成面。你笔锋写墨，你飞舞之面，你浓淡之间，平仄有几篇。此生泼墨，心藏从山万座，是非磊落，谁疯魔般执着？今世太拙，却也无心说破。让我抱一会儿。解救冷漠，狂草一笔洒脱。日子慢悠悠的过，天越来越凉了。早晨起来，廊下草叶都结出一层薄薄的霜。你说陛下怎么就突然让你给那些皇子当武师傅去了？我听说朝堂上为这事儿吵闹了好几日，陛下的心意怎如此坚定呢？他这是防着太子罢了。这些日子太子动静闹得大，邱伟放榜之日，太子妃娘家榜下捉婿，捉了个状元。邱伟又有不少进士，乃太子恩师的门生，太子势力日益壮大，皇帝屁股底下的龙椅自然坐不稳当。年幼的那群皇子里，也就一个七皇子少年老成，可堪大用。皇帝这是想让他俩斗呢。唉，只是想到那群小崽子，谢之让就头疼。他想让自己儿子斗法，偏偏扯上你做什么？真坏！乖乖那么胆小，都忍不住骂他。看来他是真坏。他本来就坏，脏活全扔给你干，骂名全让你一个人担，好名声倒全是他的，还给你吃那么毒的药，害得你害得我都不安宁。其实此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世家大族哪里没有一点隐私之事要处理的？谢之让既做了这把刀，便该有替皇帝背黑锅的觉悟。只是江蜜身为他的妻子，忍不住心疼罢了。唉，好了好了，去便去吧，他总归是要用我的，不会真拿我如何。行了，天色尚早，你再回去睡会儿吧，我上朝去了。附近路上小心。去给少夫人灌个汤婆子。阿蜜手脚冰冷，有他陪着一起睡时还好。前2天他半夜去照玉，2更天回来的时候，一摸那2只脚，冷得和寒铁一样，还是他捂了好一会儿才给他捂热的。最近小日子可好啊？可还会腹痛？挺好的，不怎么疼了。不疼便好。年关将至，我是想着开春家中能双喜临门，那是最好。再者，让哥年纪也不小了，是该有个孩子管管他，好叫他做事不要那么无所顾忌。哎，孙媳妇知道的，若是身子不好，就接着调养。我就是同你说一声，放宽心。我知道了，祖母。前几日我铺子里送上来几匹银红色的软烟罗，那颜色鲜艳，我这般年纪是用不上了，正好拿去给你做个帐子。秋冬里瞧着也暖和。老夫人陪嫁的铺子，如何会不知道主人家年纪大了，不爱这些鲜艳之物？
难道还会顶着主家人的厌恶，硬生生送上来找骂不成？不过是老夫人吩咐他们的罢了。也就是祖母大气，这般贵重少见的布料，竟给我拿去做帐子了。祖母，您待我可真好。去，腻腻歪歪的，像个什么样子？江蜜在这边听长辈催生孩子，并不知道在京城的另一头，有人神思不属，对他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江蜜，里边那个处理了。是。他还是对江蜜念念不忘。原先一朵朴素无华的路边野花，竟在谢之让的藤宠下娇艳如牡丹。他太想尝尝这种滋味了。袋子里装的什么？谢大人，没什么，跑到东宫来偷吃的小野猫罢了。宫门即将落药，谢指挥使莫不是想要在姑这里歇息一晚？他看着谢之让，心中有些害怕，又充斥着隐秘的快感。他既担心谢之让看见会抱起杀人，又希望他看见麻袋里那张和江蜜相似的脸。他很想看看这位高高在上的锦衣卫指挥使大人会露出怎样一副表情。天色已晚，太子殿下还是莫要随意走动的好。野猫杀多了，指不定哪日就把殿下的魂儿给勾走了。至于留宿，那倒是不必。微臣告退。谢之让、江蜜。石松兰借到银钱，一贴救命良药下去，奄奄一息的石母渐渐多了几分生机。石松兰看着床上的母亲终于保住性命，一颗心总算是落回原处。兰儿，谢夫人大恩咱们是一定要还的，但是那位谢世子，你万万不要多同他接触，只去谢夫人那里便好。还有屈大人，你小兰，我回来了。屈大人，你瞧我给你带的什么？我一进城便往方月斋去，可巧还有最后一份云片糕，我立马就付了银子买了。多谢屈大人。我说了，叫我怀英便好。屈大人的，多生疏啊！我没在的时候，有没有人欺负你？你和我说，我这就上门去，把他打得连他爹娘都不认识他。没有，每日都有锦衣卫去我那里喝豆花，没人敢闹事。只是我母亲突发疾病，急需用钱，我便去宁安侯府找世子帮忙。那日他不在，是世子夫人帮了我。他们是你的朋友，我须得感谢你才是。你母亲病了？她现下好多了，你不用担心，只是害你欠你朋友一个人情了。兄弟之间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没那么多事儿。他的女儿那么好，是他投错了胎，是他们做爹娘的不够好，才叫他有情人难成眷属。屈怀英一回来，便意味着漕运一事该有结果了。谢之让将证据整理好，上报给皇帝。皇帝在御书房摔了2套茶具，宣内阁大臣密谈数个时辰，最终下令命谢之让去抄家。那份抄家名单里有皇家，却没有曾家。大人，黄伯山的妻子任氏一直在喊要见谢小公子。先不理他。谢之让将任氏的请求告诉谢淼，谢淼犹豫再三，还是答应要去见他。
闭嘴！你这个丧门星，娶了你，我们黄家就没一天好日子过。我看你那个前夫也是被你这贱人给克死的，现下又把我们克进监狱，还敢吵吵嚷嚷，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吵什么吵什么？你出来！淼儿，娘就知道你是心疼娘的，我都差点以为你不要娘了。您是我母亲。淼儿，娘对不起你，娘10月怀胎生下你，却没能将你带在身边，娘真的好后悔。我是快要死了，可你弟弟还那么小，娘真的舍不得带着你弟弟一起死。淼儿，娘求你把你弟弟带出去吧，你2人是手足兄弟，你一定舍不得看着你弟弟惨死的，对不对？淼儿，母亲，他是黄家的血脉，是要被斩首之人，我若带他出去，我要怎么办？你是谢家的曾长孙，谢之让还在锦衣卫当差，陛下即便是怪罪，谢家还有丹书铁券，你不会死的，淼儿。可是你弟弟不一样。那我呢？母亲，我呢？您舍不得他受苦，您就舍得我受苦是吗？我难道不是您的儿子吗？您每每为他谋划，是否有一刻考虑过我和妹妹的未来？母亲，不是我不要您，是爹爹死后，您从来没要过我。淼儿，我错了吗？我错了吗？没错，我没错，我没错。他没有家了，他早就没有家了。为什么爹爹不要我了，娘也不要我了？为什么？别发癫，你爹是死了，哪里不要你了？那我娘不要我了。不要你了就不要你了，当自己奶娃娃找娘喝奶不成？他不要你了，你不能再给自己找一个？那我爹都死了，我怎么再找一个？你替他再娶一个不行？配冥婚那多缺德呀！我找三婶婶给我当娘行不行？谢苗，人家你想都别想。我熟啊。那小兔崽子，你最近别搭理他。皇家满门斩首，他母亲过世，不该关心关心他吗？再关心他，他都把你当娘了。大哥是他爹，你是他娘，那我是什么？总之就是不许。好好好，不许不许。大哥生前应该对你很好吧？睡吧。听说昨日你带侄儿去见皇家人了？亲娘死了，又不是木头。你倒是挺疼你侄儿。他烦人的很。陛下，微臣看到小孩就头疼。那什么武师傅，您另请高明吧，微臣真干不了。你就在这儿等我呢。这几日你不是教得挺好，交给别人我不放心。我记得你那侄儿先前是在少林寺练武，便让他进宫来陪七小子吧。他太蠢了，只怕是要给七殿下添堵的。陛下，还是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是见着谁都要说蠢的。你大哥那般聪慧，乃国之栋梁，他的儿子怎会差？子夜啊，就这么定了。谢陛下恩典。行啦，说吧，想要点什么补偿？我开私库给你挑。微臣还真看上一物了。臣记得陛下有一盒东珠，颗颗浑圆，大小一致，漂亮的很。臣想讨回去给内子做首饰。你是真不和我客气。微臣同陛下客气做什么？你呀你，行了行了，让凤吉给你去拿。那盒东珠，贵妃娘娘想要很久了。得，贵妃娘娘若是闹起来，陛下可有的哄。谢之让敲了皇帝一笔，心气儿顺了不少，连带着看那群小兔崽子歪歪扭扭练武都没那么烦躁了。
谢这回事，陛下命你教导皇子练功，你就是来这里睡大觉的吗？几位皇子年纪尚小，你该因材施教才是，正好让他们都练一样的把式。韩赞这么个愣头青，别说皇帝让他来教武士醉翁之意不在酒，即便是真让他来做这武师傅，也轮不到韩赞在这里多管闲事。我教武，你教文，用得着你在这狗拿耗子？你自己瞧瞧，11皇子的脸摔成什么样子了，皮都蹭破了。我这就去禀明陛下，说你玩忽职守。去，快去！最好让陛下撤了我的职，我多谢你大恩，慢走不送。宁臣，他先前还以为是错怪他了呢，果然那些传闻就不是空穴来风。谢之让是真巴不得韩赞一状告上去，给他解决这个麻烦，但他没想到的是，韩赞给他找了个大麻烦。谢大人，陛下说了，您将11皇子的脸弄破了，就得由您把他带回去好好养着，到时候还陛下一个完完整整的儿子，11殿下就交给你了。韩赞，我能帮陛下养儿子，自然也能帮你养儿子。再啰嗦，我让锦衣卫亲自去韩府接你儿子上门。风雨飘摇，江湖的恩怨难消。夫君怎么不高兴了呀？这陛下怎么让你把11皇子带回来了？他怎么想的？他怎么想的？他拿儿子算计人呢？皇帝是一心想让他入局，从前他孤身一人，甘愿做皇帝手中的刀，可如今他已有放在心尖上的人，他死了，他该怎么办呢？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不济他也是锦衣卫指挥使，皇帝还指着他处理阴司之事，不至于真让他成为谁的附庸。夫君，没事，倘若要二人打擂，双方总该旗鼓相当才是。陛下让11皇子过来，是想找个由头，好让7皇子上门。7皇子来的多了，再加上谢淼去给他做陪练，朝中便会开始猜测，那些大臣便不会上下一股绳的跟着太子。那陛下也真够放心你的。他哪里是放心我，不过是他不在乎罢了。这位11皇子生母只是一个地位卑贱的宫女，昔年太液湖畔，小宫女一段舞姿得皇帝青眼，一夜宠幸，小宫女竟怀有龙嗣。可惜帝王宠爱过于虚渺，皇帝很快忘了有这号人。小宫女因为难挨深宫寂寞，一命呜呼，而11皇子也成为皇帝最不受宠的儿子。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便是牺牲一个儿子又如何？也是个可怜孩子。陛下虽然用他来谋划，也不重视他，可他毕竟是皇子，咱们也不能亏待了他。否则，若是陛下觉得有损皇家颜面，他又该寻着由头罚你了。他若是闹你，你只管把他打回去，不过是个皇子罢了，不用害怕。知道啦，有夫君替我撑腰，我才不怕呢。哎呀，我都差点忘了和你说了，再过些日子是祖母生辰，他老人家就盼着一家子和和睦睦，想请画师来作画呢。夫君那日赏个脸可好？乖乖，在请别人画你之前，我也想给你作画，好不好？罢了，你是要将所有人都哄一遍的，我在你心里哪里能排得上号？以前这男人是态度强硬，让他招架不住，可他现在不知打哪儿学的装可怜的套数，让他更招架不住。乖乖，癸水可走干净了？没呢，还没呢。乖乖，连月事带都没垫，小骗子。酒色染红，陌上桃花，平地映衬着你呀。专心雕刻流水人家，遇见谁人在牵挂。那这样的有没有舒服一些？青花泛锦秋，寄情丝中流，奋斗上春花人惊动。
酒色千江后，演作相思梦。摇头转心，轻了追忆梦。路空上有情愁，此谁知的梦？啊，怎么了？要喝药。怎么这个时辰喝药？你身子不舒服？不是，是祖母给的偏方，说是宫里传出来的，那些娘娘们喝了这药都能怀上孩子呢。这药以后莫喝了。黄昏时分，谢之让非常难得的要求大房和老夫人一起用晚膳。说个事儿，我不能生育。江蜜惊讶万分，忽然想到他先前嫌弃生孩子不好，那定是他推脱的说辞吧。他想要个孩子，而他却无法生育。他听着他提起后嗣一事，他该多难受啊！是让哥儿啊，怎会如此啊？去年出外差时中了毒，之后便落了病根。老天不公，老天不公啊！这爵位如何传下去啊？谢淼又不是死了，这世子之位本就是大哥的，还给谢淼没什么不合适的。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吗？太医呢？可瞧过太医了？太医怎么说？夫君，走慢些好不好？我好累呀。惯的你。夫君你别怕，以后都有我陪着你，没关系的。我也不喜欢小孩，咱俩就过属于咱们2个人的日子，好不好？等咱俩都老了，要是觉得冷清，就在军景轩养些猫猫狗狗，那也热闹呢。我可不要猫儿子狗儿子，满屋子都是毛，脏死了。上次那个狐狸尾巴你到底什么时候戴？你干什么呀？这是在外面呢，你不要脸。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带给我看呀？我可心心念念许久了。乖乖，你也不知道节制些。我是不能生育，又不是不行。我懒得理你，讨厌死了。悄悄饮，迷迷声，道不尽。谢子夜，狗男人嘴里没一句好话，他念的分明就是话本中的淫词艳曲。那话本里，傅少爷捡到一只貌美小狐狸，自此美人绕膝，日日寻欢，夜夜作乐，好不快活。亏得这附近没人，若是有人，他是要羞都要羞死了。你一点都不顾我的脸面，你讨厌死了。这里又没旁人，有外人在，我也不同你瞎腻，我哪里不顾你脸面？万一有人来呢？那我这耳朵也不是白长的。阿蜜且将一颗心放回肚子里吧。可我又不知道，你就是看我怕才这么逗我。那以后不在外面这样了，行不行？干什么呀？哄你啊，他们不高兴了，你去哄他们。那你不高兴了，我哄哄你呗。还生不生气啊？如清风明月，在四侧相识的分世间，顾盼流连，如时光搁浅，是重逢，一如初见。如谢之让所料，11皇子住在宁安侯府，7皇子果然3不5时来探望11皇子。殿下，11皇子不过是个生母早逝的婢生子，您如何花费这么大的功夫在他身上？虽然小11的母亲地位卑贱，但他到底是父皇的儿子，是我的手足。我同他一起住在协芳殿，他年纪小，我照顾他是应当的，而且这是父皇给我的机会，我得把握住才是。太子外家势大，
更何况他还比一众皇子的年纪大出许多。东宫之位牢不可破，父皇捧他是想杀太子风头，非是要让太子下台，可机会难得，他得死死抓住才是。他要为他死去的母妃报仇，这是唯一的机会。11皇子正和谢婉坐在一起玩华容道，一个不会说话，一个说话不利索，倒也处得愉快。小11的事儿给谢指挥使和谢少夫人添麻烦了，我在此谢过二位。殿下莫怪，他昨日歇息的不好，这会子犯困呢，还请殿下见谅。11殿下这几日对您甚是想念，我想着您兄弟二人当有许多话要说，便特意在厢房准备了茶水和糕点。二位殿下不若移步去厢房说话。宿世巫医言，神山遇大火，世间再无换心草。他简直欺人太甚！在这信纸之上，魏明将他调查到的往事一一说明。昔年宿世向朝廷进贡，皇帝从巫医那里求得一位能够掌控人的秘药，皇帝需要谢之让这般豁得出去的人替他做事情，却又担心他性子太野压不住，于是为他吃下这颗秘药，好将人掌控在手心。为以绝后患，皇帝秘密派人将那巫医暗杀，而后在宿世神山点火，供奉在神山之上的换心草不翼而飞。换心草乃是宿世先祖从外地带回来的，谁也不知道它生长在何方。宿世一族猜测此事为皇帝手笔，可却无直接证据，只得咬碎牙齿将此事吞入腹中。他倒是看得起我。他蓦地想起吞下秘药的那一天。他蜷缩在地上，头痛欲裂，左右翻滚，浑身青筋暴起。恍惚中，他瞥见坐在龙椅上的人居高临下看着他，那一刻他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屈辱。于是他咬紧牙关，死死压下喉头不断上涌的呻吟，竭力在高高在上的皇帝面前保留最后一丝颜面。那是谢之让迄今为止最狼狈的一次。无论如何，有我一直陪着你，杀人也好，放火也罢，即便害怕，我也陪着你。这是第一次，没有胁迫，没有要求，他主动地亲吻谢之让。他的阿密呀，终于从坚硬的乌龟壳中探出了脑袋。风卷云散，冷清依旧有。梦也梦也梦不到，风萧萧，雨迢迢。梦也梦也梦不到你笑。年关将至，天气愈发寒凉。11皇子已经在军景轩住了快1个月了。咦，我刚刚和谢大人扎马步又进步呢。这么厉害呀，小殿下，你莫不是什么武学奇才吧？哼，话都说不利索，还武学奇才，想笑死谁啊？咦，咱们不理谢大人，天冷，身上的汗回去叫奶嬷嬷替你擦，好不好？好。别看了，陛下今日让我把他送回去。那你和7皇子？他一心想我入局，我装死，他一时也没办法。年关将至，总不好将自己儿子放在下臣家里养的。天家无父子，利欲熏人心。左右不是他亲自怀胎，抖一抖便能得到一个儿子。看他们同室操戈，兄弟阋墙，他有什么舍不得的？谢夫人，今早我家大人出门上朝没多久，夫人她便发动了，现下一直生不出孩子，大人也被留在宫中出不来，您快去瞧瞧吧。夫人她慌得很，求谢夫人您去帮忙镇一镇吧。今日陛下在朝堂上大发雷霆，谢之让回来提了一嘴，只说是和编修的史书有关，却不想皇帝直接将翰林院的人扣在宫里不让出来了。
大人回不来，那杨姨娘身边的丫鬟还一直在我们院门口探头探脑的。谢夫人，夫人该怎么办呢？没事儿，没事儿。韩夫人情况如何？孩子太大，胎位还有些不正，生不出来呀。大夫呢？女子生产怎能请大夫来看的？还要不要生育了？不可呀！韩夫人久久生不出孩子，你又没什么好的主意，再不找大夫，难道要等死不成？速去请大夫！我知道你们忧心主家前程，可此刻最重要的是保证夫人平安生产。韩大人不会有事，只要孩子安稳落地，等他回来，重重有赏。阿蜜妹妹，阿赞他。韩大人那里我已经叫我家世子去打听了，韩大人3元及第，如今还在教皇子念书，便是翰林院有什么事儿，轻易牵扯不到他头上。姐姐，你只管听稳婆的话，安安心心生孩子，旁的事儿有我在呢。你在，我放心了。大夫，我知晓您一路奔波定是劳累，但人命关天，还请您替我姐姐好好瞧瞧，一定要保住他们2人性命。凭什么抓我？我是杨家的人，敢绑我，仔细你们的皮！我不管你是哪家的丫鬟，窥探主人家的私事便是不该。今日这韩府暂时由我掌管，你们若不乖乖听话，回去便叫你们的主子去宁安侯府找我。谢夫人，孩子还是生不出来。